那打喧嚣，他这个 OB 上又是占尽天时地利，但是他牵制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追一追的啊。对的，求生者现在是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拉点嘛，先把你这个前期时间我先拖长一点，然后再面对你。对，我们再来看一看，还能不能继续把这个观点维持下去啊？反正你喧嚣要是说被夺跑或者被保平的话，就会想念割据。你说这么高的机动性是吧？然后防 OB 能力又强，我们是无所谓的，反正可以。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了中场去找南啊。南的守门人在大门的位置啊，大门位置2块板子都下，先放一个双重惊喜，分身2颗球都空了。哎呦，那这样也其实是有点亏的。你这双重惊喜一，哎呦，你看这个小走位很细啊！哎呦，全扭掉了。是双重惊喜完全空掉。明年这个应该是自己刚刚收掉了吧？嗯，好像是收掉的。对，但是他确实也没剩多长时间了，因为在那打了得有5、6刀。这里再去转了一个双11，双11的板子并没有队友去帮他下，所以说自己直接被移出来。双重惊喜吃1个球，那还可以接受的，还剩看这一波拉回能不能蹭到啊？这边没拉就直接拿到一个，那这样的话被架住了，不敢翻了，给到一刀。是。哦，并没有打到，打到好像对，打到1颗土球啊，还是挺细的。男的这波牵制，没错，这必须要踩板，然后再能跟。感觉确实这一周下来有针对喧嚣进行一波加练啊。对，牵制的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守墓人的话，其实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出土和震颤的时机。这个土要不直接让监护者打掉吧，对吧？你反正也是拖一些时间。对，打掉会好一点。哇，你这个地方真的你不交双人惊喜，完全都拿不到这个球，而且不太好预判，这满地都是。哦，打到了，相当于用盾给消掉了这个球。双人惊喜2颗球过来，我翻过去了，难。这里还能再拖几秒哦，可以呀，这一波牵制。只要你过来抓他呢，就是为了多吞一个化险为夷，但没有能想到你气象跟魔术师都携带了，都有化险为夷。没错，是这大家对于救人位的一个保护，甚至连这个牵制天赋都没有带，还带了一个回勇反照，这样在开门战其实他们压力是少了很多。对，不过他们是选择了2台密码机都亮了啊，没错。这样可能这张地图它也不是很好压观众效应，因为这个地图太大了，来回跑路时间太久了。看能不能无伤救人，放了魔术棒过来的，这里放了一个双球。没办法无伤，但是能不能不双倒呢？好像可以不双倒。看一下这个魔术棒来不来得及？可以吗？哎呀，还是没有做到，还是击倒。那确实，你说到了2阶啊，就没有理由不摊这个双倒。对，到了2阶实在是太恐怖了。甚至捏捏这边带的是个移形，他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去摊。对，而且男的话，他根本就跑不了多远。没错，是吧？有道具。他只是腿着走，但是捏捏的话，他是用飞的，实在不能飞的话，还有传送门。没错啊，这个事情就很难弄了。而且还可以开个高速，这是受不了的。对，不过好在有气象学家啊，一个暖雨，赶紧给魔术师这边调状态。但是这波救人被拦截了，画了一个巨大的层云。但是吧，这个路上还是被拦了。双人惊喜，左被躲一下，给到一刀，前面双人惊喜拉过来，可能救不了了。给到一刀，哎呀，这样来得及吗？来得及。哎呀，他有一波双人惊喜，只上了1颗球，是很痛苦。幸亏是救下来，这要没救下来的话，这局面可能让捏捏转成一个4抓。是。那气象学家真的是胆大心细啊，脚底下那么多色块，他真分得清楚。没错，这气象现在的话是自己的能量都已经没有了。主要他画那个层云啊，对，太浪费了，主要是你不敢画的太矮，画的太矮的话，它距离也不够。他一个层云再加上一个暖雨嘛，全都给了。他应该是画了一个又高的一个层云，而且还有一个暖雨给到魔术师了。是的，这个暖雨是直接让魔术师起来的，这边接一个移形，移形直接去往大船。但是这密码机虽然说差的不多啊，看陈某人这边直接把这边密码机给抢亮，然后再过来牵制。魔术师上1颗球交魔术棒找到，但是这波魔术棒隐身状态打到了一个球，直接秒了。这直接挂，密码机现在他也是知道位置的，是在中场。刚交完移形，然后应该是换位，气象学家去接手密码机，然后咒术师过来救，顺便来蹭一蹭猴。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去往中场找白纸，对，看是白纸敢不敢碰密码机。你现在在过来还是想拦人吗？没有，还是往密码机去了，想把是不太好拖出来。因为你要是说是拦住，他也因为没有移形，可能这一局他其实捏捏在这里的一个思路，他是想争一个4抓。对他还是想把移形拖出来，然后再去看看能不能争一个4抓。20直1的手野，可能这个局面还是能让求生者去争的走一个。对。但承载的话呢，其实他可以把密码机压好再走的，他没有必要放到96，他压好之后再走，反正无非就是倒地救我3层猴，一样能救。就怕拦截，拦截的太深。对，他就差这1秒钟的时间。
看承载这边也是一直在大船给了一个视野，不让你离开中场。成人那边起心机了，然后另外2个人压住这一台。对的，尽量的话，看看有没有可能腾出来一个人手去贴一下小门，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让承载和陈某人给压力就好了。然后呢，白纸因为他没有自愈了，开门阵容易被针对，他其实直接就是摸完道具之后我就去贴小门，2个人给2台机的压力是很够的，因为捏捏他但凡敢管陈某人，这边承载立刻上来去点中场，所以他只能远程这样放一个分身去试探，看看陈某人会不会被远程的分身给击倒，但这个概率还是非常低的。但白纸这边摸道具并不是摸得很好，摸的只是个魔术棒。对，但是他的话，我觉得不用在监管眼前出现了。其实这个道具的话也无所谓，只要他去贴门就可以了。移形已经拖好了，想主动出击，找下陈某人。然后这边中场准备去接手密码机，放魔术棒一个反走，密码机中场已经压好了，给到击倒，给到一刀直接击倒，然后密码机直接点亮。手里的魔术棒也已经用了，现在是没有道具的。对，你看这边白纸的话，他没有第一时间贴到小门，他如果贴到小门的话，这局他是能稳平的。给的压力给的有点太大了。对他没有必要出现的。其实这边因为密码机太多，2个人给压力就可以了。就看他们这边能不能牵制更久了。对，但是你看陈某人这边非常能撑。没错啊，而且这边有低价还必须得挂，移形又过不去，所以说其实还是一个稳平。哎，因为这边离个小门实在位置太远，你这个大门位置只要往这一倒其实就行。你对，只要不是倒中场，这个移形它就没有办法移到小门。没办法，是的，倒中场移到小门，但是倒在大门的话，这也就到木屋的样子。哎，木屋都没到，只能到这儿。是，那这样的话，第一局是双方都在你脸上，我把我的输液，咱互不干扰，互不影响。所以说冒险家他是可以放弃回光返照的，但是冒险家放弃回光返照的打法又非常少见，是吧？基本上都是纯化险为夷加回光返照，或者说是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对，就反正他这个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会选择携带，但我找冒险家，他一般会选左上或者像他这个点左下的位置去记冒险家的一个刷点，因为刷点它虽然是一个一定范围内随机。但是的话呢，你第一眼看的方向其实很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往中场看2眼，看这意思，对冒险家有点想法，应该是有的。他只不过是想看一下守门人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去卡他的2名，但想法不大。直接找到木屋啊，来木屋吗？他想找魔术师，但魔术师不在这边，魔术师已经跑走了。但是关键是在于他这局就根本就没想着冒险家的事儿，是吧？又看到中场找到魔术师。是有个纯化险为夷，不是很好溜。从魔术师身上这边的话找一下突破口，但魔术师这边是带一个单化险为夷，压力有点大呀，其实限制。看这围龙怎么放，放魔术棒，放魔术棒，而且还卡到钻龙的这个位置了。再往回一钻，不过这刀感觉还是要有了，还是拿到了。这波过客的话卡住位置，选择想拆龙，但拆到一半马上拆完的时候他又后悔了。对他怕过来还是拿到这一刀。对。这边还是拆了，是还没拆掉，选择拆吗？自己掉了，不用拆了。我就感觉有点在拆龙和不拆之间一直在犹豫啊。对，而且不是像骗监管者出刀的样子，因为监管者离他很远，他就开始拆了。这里走人也是个空地，魔术棒必须要交。一波反走，骗到了吗？小迷，错，完美的一躲，也是走到一个中间，跟过来又废掉一个笼子，感觉。那这里再补一个，假拆应该是一个假拆过来击倒了。那这样2台半，冒险家手里50的输液，然后第一台应该是气象学家的快亮了吧？第一台，好想压一下吗？是的，气象这边的话应该是第1台亮。想压一下的话就是有观众效应嘛，但这个地图好大呀，压观众效应这个收益不是很好说啊。插个眼，回忆过来救。这不正常救援，然后保证自己别双倒，看看能不能去补一下密码机，然后二救的话，应该是让有化险为夷冒险家来。过客反正现在也是没有道具了，直接正常倒走其实就行。过客别干扰密码机，正常击倒这个位置的话，也不用想着能溜啊，溜不了的，直接往海边倒。对，海景房方向去走一走。是，然后主要是还要和空调做个辉映。空调这波是打算是先救人，救完人再修密码机。那这边的话，走位有点犹豫，给到了一个2阶段。到了一个中间，想让空调这边进行2次救援，然后能让回忆这边在小船正常的一个。嘿，这通劫啊，真行！那这样的话就会加快了这波救援的速度啊！是，哇，提早了20秒来救援。对，这节奏其实就很崩了。其实我觉得让冒险家带化险为夷真的挺不好的，
你想他带化险为夷，他不仅是耽误事儿，他耽误的是一方面，我冒险家我很难卡被通缉的话；另一方面，如果我救你这个人，我就少挖半张树叶。是我这一局我就少挖半张树叶。本来我这个点如果不需要救人的话，我亮完密码机之后，我要挖自己的第3张树叶了。但是我现在是救完你之后，而且我是一个秒救，救完之后我顶着一个半状态，我去挖树叶，我甚至都不敢把树叶挖出来爆点。哎，结果又通缉一下，你说这每一次通缉直接过去找，其实是属于有点倒霉了。没事没事，云中漫步、这里好像没能找到。云中漫步现在可以了，他没有小碎片了。那这个，但是这个消的就亏了。这个好像说也不需要什么小不小碎片啊，根本也不在脸上啊。是。这要没能找到的话，小木那边密码街可就破译的多了。梦幻小迷现在不能耽误时间的。现在梦幻小迷想的就是先退回0阶，然后把狩猎本能再还给我，再去找回。哇，这好准啊！直接一判到人盖板了。我天哪！这里还好没有地下室，要是有个地下室，这个局面其实能让梦幻小迷锁定一个4抓了，可能。还真是。但这个局面也很差呀。是的，非常劣势。你说冒险家这个树叶，他挖出来之后，海边密码机也不好清。对，他挖出来，他就会直接过去进行追击，爆点，只能挖到一个49，挖到49，然后我先修着，先手修。那只要你这个密码机它晃动了，它就会过去追。对，耳鸣的话，应该能观察到这个耳鸣就在海边附近。空调要走吗？空调走了。树叶52啊，因为第1张树叶应该是没用完。空调是觉得在海边修，他一定会过来追，所以说他要去破译一个大门，让气象这边压满来救。主要他应该是挖出来之后，他也不太敢在那待着了，因为那边密码机又不是直接能亮的。是的，是吧？他挖完之后，他去找一台远点的密码机，这样的话，起码队友还能有一台木屋的遗产机去运营。气象这边也是贴近一点，防止自己在外边被拦截。直接修，那这密码机的话是有可能够的，救下来的话帮忙扛一扛，或者让守墓人交出铲子，密码机就够了。是的，只要能交出来就行。这下来不能被打到针对。是，一直扯，又来交锋，直接吹走了。那这个土的话，把铲子打出来，密码机马上就压好了。是，已经95了，两个人可以分开。对，再补一个围笼，刀叉愿力也有点续不上了，开门战的话还要留一点。是的，密码机直接点亮。开门战的话，2个笼子，但是守墓人手里铲子又好了，直接选择提前下铲。这里还能再拖。哎，这个笼子没罩住。这手里最后一个笼了。是的。打出来，哇，这个铲子极限的一点点进度被打出来了。大门开的速度很快，大门现在已经是破到了50了。是的，剩个7、8秒，其实就不是大门，小门这边陶安在点，冒险家是已经走了，直接去走往地窖方向走。那这一局的话，应该是一个稳平。是啊，就看梦幻小迷，他传过去也没有办法啊，直接往地窖走稳平了，拦不住的。是，那这样的话，直接是往地窖方向走。这一手放了，不小心在海边放了个笼子，然后传大门了。是他也没什么办法，你传小门他也拦不住，你传大门的话他也找不到人。对。那这样的话，双坑。我带着小丑过去跳，和我带着跛脚羊过去跳，我肯定还是选跛脚羊。对，相信自己熟练度。就左手边的话是古董商以及中场的大副，非常常规的一个选点。然后跛脚羊补在了散门，补了一个10字。是的。行，那看看这一局谁先开6吧。其实，你说古董商是不是可以追一追？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去往中场。南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开始跑掉，自己的这个怀表不能说是轻易的被骗出来。对，但是你一个笼子罩住，如果你看一个围笼这边哦，你看南他直接很聪明，他就是在板区后边等，对吧？你放围笼不可能第一时间就能拿到这一刀。对，在板区后面你向左还是向右，你得想一想。找的白纸这边可是带了一个单花显微翼啊。哦，选择直接抽刀把自己的被动给打掉了，这可赚，拿到有个存在感。哇，这里带一刀。但是说实话，道具逼的还是挺快的。是的。哎，怎么给钻过来了？好像见过呀。刚刚见过吧？感觉捏捏原地不动就开始一直拿刀。对，原地不动就是源源不断的刀。这里一直在博弈啊。白纸想了想，你这个，又抽一刀，这可就有点难受了。捏捏这个是以不动应万变，应万动啊。这咋打的？是亏太多啊！其实哎呀。1分钟啊！哎，白纸这一波牵制，我觉得真是亏麻了。对，主要自己的道具交的也快，然后受伤的次数也有点多了，给到存在感也太多了。是，不过好在就是什么呢？早用就能早 CD。是，嘿，交一个大喷击背包，对，大喷再拖。哎呀，这波救人也是给陈某人比较大压力啊。
还不敢直接钻过去。你要钻过去，他把这个围龙一拆，你可能就有点难受，或者说是直接跟过去拿这一刀。但这波救下来的话，鳞片 CD 能不能好啊？5秒钟，哎，没罩住，罩住小失误，捏捏，而且第二个笼子愿力不够，只能先拆了。这可就打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了。那他只要把这个鳞片交出来，这一波其实这个也太敢翻了！这个鳞片也不交吗？他觉得他会放围龙吗？哎，早用就会早 CD 啊，但是他放不放围龙，他1/4状态呀，关键是。哎呀，这样我是觉得还不如放个鳞片呢。是啊，肯定是还挺赚，放鳞片交互嘛，对不对？对，这样时间的话确实有点太大胆翻了。看一下这边南怎么进行救援了。南这边呢应该会交怀表，看能不能保自己无伤。南这波无伤救的话，局面还能往回扳一扳。好消息，这一局有数不清的观众效应可以用。不是，但现在你这个密码机有点修的太多了。坏消息就是有一个观众已经快没了。是。哎，不过这刀扛到了，那这个但是交手鳞片也交了。大副还是没有2次牵制能力。那这个大副就必须要去找这个飞行家，把这个状态补好了。是，努力搏一搏。这个围龙，捏捏，走一个8字回来，绕过了这个板子。没错，前面跟钻过去，再交这个交互，隔窗刀躲开了白纸。但这个板子前面是一个黑龙，但是捏捏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是的，哎呀，他以为这个板区单能翻。对他这个笼子正好把板子1分为2给罩住了。这再放围龙，把这个板子直接给架住吗？哎，你看这个3-6很成功啊，白纸。这6的时间可就多了。对。过来这一片都是很难翻的啊，很难钻过去的。不过找到了一个通道啊，很神秘，能翻吗？哦，还是打个恐惧之射，是逃不过这个恐惧之射的命运，当然已经很好了。哎，这一刀要是空了的话，其实是出大事的，因为他鳞片 CD 鳞片又好了，是吧？对，就是3-6大于16加2-6，是吧？就是人他在绝境的时候，往往会激发出自己最强的潜能，是吧？一想这一波我一上椅子就要飞了，也没给队友留下点啥，是吧？那挑战性确实也是激发他的。两个人现在状态也补满，这波牵制时间的话，把自己的前期丢的那些情况，其实都已经弥补回来。现在这波满道具、满状态，古董商不惧任何人。这个激光效你敢一贴，那就是整个激光效直接一起打了。哎呦，你看看，还形成一个威慑，2个笼子全废掉。一次激光效没交，哇，直接给你纸哥。纸哥这不过去当面修机吗？这白密码机现在是吧？这90密码机，这家伙10秒钟差不多吧？其实可以直接硬破的。他直接连3个激光效直接一起打，其实都行。是呢。飞轮，哇！承载一直在秀，很秀，而且他手里的其实道具用的并不是很快，也并不是很多，手里还留着50%的道具，开门战还可以有一战之力。是的。他们是不要这台密码机了，是吧？你看外围已经起来了70多了。这是90啊！我感觉纸哥完了之后，你就当面修，是吧？挺好的，当面修挺好的，没错。然后你那大房密码机其实它也能压。对，哇，这个巨钱。这里挂个地下室其实是会有一点出事，因为你现在外边队友离着地下室还有点远呢。对，主要这要看谁来救。如果是陈某人来救的话还好，手里还能保一个道具；但如果是南来救的话，这个怀表看看是不是保不住了。啊，陈某人这边贴密码机，直接先抓。哦，还来这台密码机去做文章吗？外面那台又不要了，外面那台应该是男的，所以导致他来救人的话，陈某人只能换位来中场修。这个策略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感觉，要不然咱干脆让陈某人救呢？陈某人现在还是这样，不是一个无尽地下室吗？哦，不过还好笼子极限时刻消了，大家散开。密码机现在谁也不敢碰，陈某人现在还不如直接去找大副那台密码机的。对呀，找89那台密码机不是挺好的，就差这1%。一直磨着这一台吗？93了。好1%你可能不放在眼里，但是已经压好了密码机，直接点亮。那这个飞轮其实交了就有点亏，还不如是，还真是。那手里没事，还有一个喷气背包，对，感觉还有的去牵制一下。今天现在还手握着一个3刷的点。刀没有刀，但是逼出了喷气背包。这边喷气背包向左向右直接左右躲闪加摇摆，给到一刀，门还没有贴到，底牌还在，可以先挂。承载现在也已经过来，门是让大副贴的。对，大副贴门是很安全的，因为他落地的话有一块怀表，基本上不会被秒。是，这再要去找，要传的话就得早点去传。他怕古董商这边在一个中场位置卡着。捏捏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人卡中场。是。这个围龙你放了没有意义了呀？不过直接放在门里了，摇表，
那这个人是拦不住的。是，人还要被救，直接传送回去哎吧。不打预判吗？也没打预判。哎呦，这边人被白白救下来了。那这样的话，你看陈某人他往回去绕门，但是捏捏没有发现。这位置要是找到承载，可能会面临一个3跑，因为角落那边就是个地窖。是的，那承载这边假装反走，实际上原地蹲过来，有耳鸣了。捏捏在藏，能找到承载吗？承载好像是藏住了吗？捏捏这边，哇，捏捏，哎，没能看到啊。他觉得人一定在这边。哎，是看到头了吗？没看到，没看到，但是这次也看到了，看到了。放龙，但是先钻过去，不敢贴太近，直接脚闪。对，这里的话也是有惊无险啊，没办法啊。你看挽留还20多秒，而且的话呢，古董商手里道具还有巨多次。他这个角色现在打的熟练度太高了。是。现在最近联赛总是时不时的冒出来一些给我打服气的喧嚣，你说这真的是喧嚣这个角色啊！你要动不动就双倒，动不动就秒杀，这个我感觉喧嚣啊，如果能追弓箭手是最好的。是吧？我追弓箭手的话，他就不会来 OB 我。你想喧嚣，如果他被弓箭手给 OB 下来一次，一箭穿心，哎，那么将会成为一个3刀。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往中场，还是说是直接去找郭克呢？好像是去找郭克了。往郭克方向走是一个火灾调查员，没错。那火灾这边没有选择上楼，他是想要先看一下这个监护者是往哪边去来。对哦，这盘这样的话，一个双人惊喜是上到了一颗白球，然后这个双人惊喜选择直接收了，不打算耽误自己的时间。开始绕高低差，然后郭克旺手里的一个球又好了 CD。是的，这里在重复上白球，哎呦，有点坏了感觉，这个双人惊喜又空了，相当于是的。但是好在已经是把道具给逼完了。小明刚刚好像是想给他叠一个双色球，是，但是只叠了一个，就相当于把白球又打了一遍，移形过去，粘住要直接打，但是又上了个白球，这波还行，但是2段双人镜已经用了，我感觉郭克的状态栏一直有一个白球，没错，至少这个白球现在已经是用过了，你看也还是白球，哇，郭克和白球这个确实有缘。自己身上带的也是个白球啊，是身上带的白球已经用完了，土球、红球，哎呀，终于是击倒了。那这波击倒的话，其实也是费了不少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单化险唯一的时间，其实已经非常合格了。对，单化险唯一就纯化险唯一这个牵制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外围的话又2个化险唯一都在，一会儿的话又弓箭手过来，弓箭手现在是修完自己密码机，那拉队员能不能再卡的时间更长一点了？空调这边就直接救下来之后，保自己一个无伤，拉拉队员的一个救人能力。那然后让郭克直接倒。陶完准备上班，嘛，观察一下位置。应该是想上班了吧？因为他刚才我看到没有去修机了啊，修机也是上班，都一样。可以，找到一个2楼。这个庄园中的每一个岗位都有对应的这个职责。那他们这个打法其实更偏于一个平局。因为如果说是他们想要去摊一下的话，其实刚可以多卡一些时间，以及就是说弓箭手可以过来直接帮忙了。对，不过拉拉队员这波无伤救，其实是很多救人位都做不到的，对吧？就直接一个嘟嘟过来走完，然后嘟嘟又走了啊，这个很夸张。双连嘟嘟直接是在监管者心理阴影不亚于一个恐惧震慑，还真是。无伤救啊，这可是。你看，说实话，大副这么强的救人位，他都不好无伤的。对，他主要是没有位移。这上的只是一个黑，还差一个干冰，无伤了。这里又再次完成一个无伤，那直接往小花园岛那边其实就行。这个逃完的密码机好像是能破1辆的呀。逃完那个应该是80多那台吧？还要过来 OB 吗？我觉得都没必要过来 OB。他不来了，他应该准备自保了。真没必要，因为离椅子有点太近了，不好 OB。是的。这先挂，然后外面密码机现在就差1台了。这抓谁都有2个化险为夷。对。通缉到了弓箭手，他这局就只通缉弓箭手是吧？好，再上来，怀表可以直接交，要不要交了？打预判啊，在角落里。这边的一个打到已经掉了。哇，最近梦幻小迷这个白球命中率非常高啊。是的，只打白球，其他球不要。那外围已经起心机了，这局看起来非常的平平又淡淡啊。没错，空调那边呢也是在给大副去摸道具，看能摸到什么。摸到是个，哎呦，半个球。
这半个球行有用，没准这个半个球能有3跑面。是。能让求生者这边到时候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牵制空间。凤凰小兵可是没有防这一点的。是的，这边居然是没有动的情况之下被上到一个黑球啊，相对有点失误了。但是他捡不了。对，但没事儿，救下来的情况下，大不了密码机点亮之后再冲过去再捡，然后再开始冲。反正有的这个球，只要捡到这个球，平局是保底的，3跑是没准的。可惜在于是一个拉队员，他递不过来。对，拉队员不能把自己的花球给扔了。得再卡，密码机现在已经是95了，马上压好，救下来就行。然后救下来，这样了，有一个加速，还是不太好捡，好像还是捡不到啊，感觉。对，想要去硬捡，能吗？来不及吧，只能翻窗。这就给到2次标记，还差一个焰火。球来了吗？哎呀，倒在了球面前！我的天！小皮看到了一个半个萝卜。梦小迷说：“哦，怪不得这个转点是这样转的，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一局的话，应该还是平了，因为现在即使是过去了，也拦不住了，因为没有挽留，没有挽留，而且现在的话，技能 CD 也不够啊，还是一个正常的平局。是的，继续保平，8比8。那等一下就要看路头、小说家都可以应对。这阵容里边要加个小说家，把入殓要换成小说家，这个打火伤可真是打得有点头痛了。对，我觉得换逃脱大师也行，咱们把这个枯丑可以不换，就是直接换那个回光返照的话呢，它双弹就2个回光返照，2个化解为就够用。如果它是直接是牵制的话，或者说是一个纯化解为1的话，那可能需要多一手化解为1去保它，因为它6不9。好，进入比赛画面啊，那这个纯化险为1的逃脱大师得自己小心一下了啊，因为这边可以直接吸一个门进去。开一个门直接进来，都不用翻这扇窗了。那逃脱大师是选择直接上2楼了，上这个2楼，捏捏就可以直接去把另外的一个2楼方向给你直接去吸能量啊。对，可以穿墙过去，可以开门前面这个窗户，对吧？这里的。其实逃脱大师刚刚回头扭了一下，他是在预判他吸的是右方。嗯，对对对。但是你看这第1刀就要有了，虽然第1刀没有那个，这里还震一下。对，你看前面纯化险为1。不是很好溜动啊，前面还有一个碎石啊，还有一个碎石不能在这个交互点再玩了，得要再被震一下的话可能要被秒。躲开了啊，走位躲开这个碎石，然后在雾里吃了1刀，走出去，再开一扇门，前面一个横腕能缠住就倒了，没缠住，但是把他逼出了这个范围，回来躲一下碎石，直接击倒1台半，57秒。57秒倒地，换上野逃脱大师的话，确实纯化险为1 6不了，完了。那还有个地下室，逃脱术也别逃了，这没有化险为1呀！地下室这个钢铁一般的椅子，是完全是走不了啊！还最深处吗？这谁能来救啊？这还救啥？连化险为1都没有，还救啥呀？算了吧，咱就是说，那就这样吧。在爱都挂地下室了。对了们，现在承载还是在破1，3台密码机都在破1嘛。火灾现在已经出来了，在骗监控者。逃脱大师还不如不绕大方的，他没弹射，他绕不了1丁点大方，你发现没？是的，他有弹射才能绕大方，没弹射，我再老老实吃1刀，我直接往那个200那个大方地下点倒得了。没错。这边一直在卡，因为刚刚是枯丑一直被通缉，所以说是只能用火灾这边强行断掉破1，没事，给到监控者一些错想。现在通缉他只减1点的话。他就消失了，等一会儿啊，是，再吸个碎石，反正这个人是肯定不救了，去了2楼，救了的话就是要出事儿啊。然后看下一波节奏怎么去，不太够，手里有1行，一旦让第2节奏衔接的快了，这局面是能去争多抓的。对，多抓其实都少了，第2个节奏你要是说是续得快，都能去争4。不过好在才1阶啊，还可以接受。虽然说现在装备挺齐全的啊。这个重金之托、碎石、藤蔓都有，这个确实是不好溜，但是前提是得找到人。这得找啊，不能在中场一直逛啊！你中场逛可是让外边密码机一直在进行破1的。对，但是你看外边的人都很能溜，因为其实这个阵容最不能溜的就是逃脱大师。那这里可是还在逛啊，大门这边可是在破1的。没事，密码机的话就是缓缓的移动。捏捏这边的话呢，也是他是不是有点？因为现在密码机都太少了，他有点看不清哪个密码机在抖。他是觉得枯丑在这里进行破1，哎，不是，怎么直接还过来了？可枯丑没有在这儿，传送了。传送落地是陈某人的火箭大山员，反应的非常快啊！这一波是直接躲掉了这个碎石。那可并不能太能接受啊，因为你这是交了自己的底牌过来的。是的。
外边密码机现在2台都在破1，现在平面其实就有了。一个慢翻，哇，那确实时机不太好把握了，因为是一个慢翻。没错。啊，陈某人这一波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放一个藤蔓，这个藤蔓应该是那个咬不到的啊，因为力不太够。再开把下掉，感觉又有那种平局的感觉啊。这个追击节奏来说的话，因为现在密码机实在太多了。哇，还让他重复利用了。这刚刚逛结石逛太久了。密码机其实在摇晃的时候，还不如过来直接进行追击。对，但主要你想他灌到地下室，他也不能不守，是吧？守完之后就剩2台了，1台半了。密码机已经压好了，没错。缠住，然后，哎呦，还没缠住，还没缠住，还没缠到了脸上，手上技能还有一个。给到一刀，密码机点亮，手里还有一个球。这个技能还能堵，技能还没好，这个地窖也不在这附近。其实门就能开了。哎呦，还想火箭一发直接带走，直接冲门。过来，2个人一起走。重金之托，然后加一下自己的移动速度，再吸一个藤蔓，然后等藤蔓冷却好了之后，再交藤蔓去赶一下路。这藤蔓好像是能极限够到位置的。看能不能缠住人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手里还有9秒，手里没有重金之托，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重金之托。那么吸个藤蔓再缠一下试试呢？他想把门封住，但是缠住了。过来的帮忙扛一刀，这刀没有扛到，没能扛到，但是苦手现在在 VS 边。是的，直接把火箭直接撞下来了，飞轮冲掉了这个藤蔓，大将就完成了3炮。我的天哪！哦呦，这波配合的好啊！我刚刚是想大鹏，我很好溜的。法罗总不可能带化险为夷吧？他无非就是纯双弹还是双弹飞轮的关系。大防的话放法罗，那么中场放给结石，还是说是小木工放给结石呢？小木工放给结石，小木工放机械，其实中场放也行。中场放的话就是中场空军吧，机械师能溜，对，中场空军也可以。更好是，哎，选择大门，那行，他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空军吧？有可能，反正但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佣兵，是吧？这个地方咱们哪怕排位里就是救人位经常。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一个猫猫分裂进来一个炸猫，然后赶一下路啊，往中场方向溜达。中场方向刚才站着是法罗，但是法罗肯定不会在原地待着。空调是过客这边也是已经上楼了，空调也是直接往角落去跑，等待密码机解封。是的。他这边想的是过客，我这边既然追不了，我就直接去运热门，打算找空军。空军这边也是藏起来，角落一蹲，耳鸣也探不到。哎，找不到人，又转头去大房。外边密码机现在只有佣兵在进行破1把，还有结石。哎，是不是还是能找到最想追的过客？但这里找到了，已经提前上楼了，窗户是能翻啊。但没有窗户加速翻，但是该放猫还是放猫。哎，这个猫咬不到了，一个被移猫。没有窗弹了，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好事。对，反正现在这个局面就开始正常追法罗，然后空军那边机子也解封了，没错。也就是正常吃1刀，没有办法避免。哇，法罗真是没脾气，你知道吧？对，就是有时候这个角色克制真的是像一个环一样。是有时候喧嚣你追他就感觉没脾气，然后他6使徒安这种就是也是没脾气。接下来就等下一只猫，下一只猫咬中了直接接1醒，过客就没有办法了。是，看这个猫能不能咬不到了，这个高低差咬不到了。过来，而且他的第2次的隐身也好了。你这窗台用了之后就不太好玩了。距离有点近，看能不能骗到了。有脚，哎，骗到了，有脚步的，但是也骗到了一些身位，还能再往回走，多耽误一些监控者时间。往回翻不了了，倒在这里了。那这个节奏的话，其实密码机也是有机会够的，因为外围2个化险为夷，空军他不仅是有枪的，而且他有化险为夷，他没准能够帮助过客活出更久的时间。对，他可以补充1次救援。对，密码机是真有机会够的，外围还有机械师在。是的，这里放个猫，然后想要把密码机封1次，这是封的是娃娃，摇玩偶。那这里是在找到空调，让空调先过来进行一波依旧。空调依旧完之后，可以直接去补中场了，新修1台中场，交枪，直接交枪。这样的话，过客还有26，对，能上楼。然后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修中场，回忆可以过来一起破1中场。感觉是不是可以追空调了？敢追空调的这个机子可能会更狗。对，但是追过客的话，感觉也够呛能追到啊。也没办法，你想在这个位置，刚才追到是交了移形的，现在也没有移形，而且你依然是一个1阶猫。现在这个局面主要他没有办法猜到，就是你这个空军也带了个化险为夷。是的，这把枪也太稳定了。你看这个有没有化险为夷也不是很影响，反正该能溜还是能溜。超级大猫
要还拿不到刀啊！这个猫没有咬到，拿不到刀，还能再绕一圈，假装反走啊，实际上正常走。这板子你到头来还是得踩。是，感觉这个局面啊，因为现在全员回光返照，下一波救人的人还是佣兵，这密码机是能够的。没错，是一个4人开门战，目前看来。这里还能再往201窗带，201窗也看到是个地窖了，也就是说等一下要必须挂这个过客，否则这个地窖它是有机会能走的。是的，这局就看看开门战啊，有没有这个幽闭的机会。那我说现在又再去挂到中场，中场密码怎么还挂限量的？那这个时长是必须要挂的。这个点的话要切，时长要切。但你时长要是把人密码机一踹，这个人可就走了。或者先沉默。啊，沉默了。但他又不急，我毕竟是个佣兵。哦，还过来第二道具。这边把道具搬过来了吗？是的，他把道具搬过来了，旁边有个护腕，技能一。然后赶紧把自己道具用了，再去捡。是的，手上捡有2个护腕，佣兵现在手上密码机已经是压好了。这局面我怎么感觉甚至可能有机会去争个4呢？是的。这2个护腕省了，绝对不能用的。等他出这最后一刀。不过他手里有底牌也很难4吧？讲实话，这是比较难4。这再一指，想把那边窗户封上，就等。那他翻完这个交互点应该要亮了。对，因为手里没猫。这边窗台也用了，亮了，还不亮，还在等。还在等吗？这么稳吗？那如果说你要等监管者，你肯定是最亏的呀，因为你求生者会一直摸道具啊。是，但是过客手里2个护腕还不够吗？佣兵可以再给他摸，对吧？你2个护腕，我再可以给你磨半个球。把庄园里的道具连成线穿成串是吧？是。啊，等他这个隐身好，但是隐身击倒之后还是能看到的呀。或者怎么样？哦，一个交互隐身暴露了。或者佣兵过来帮忙卡个门。现在就是梦幻小迷也陷入了一种思考当中，就想想这一局怎么样才能保平呢？现在其实佣兵可以过来，哎，还是打了，直接亮，点亮，翻过来有一波窗弹，哎，手里有护腕，地窖是在2板1窗的，掉了下来，掉下去，开，交护腕走门，这个移形我感觉得先交吧？是的，放一个板子再交板弹，不过他往这边走的话，走门还是很费劲的。是的，想直接冲越了门的。啊，还是没办法走，但是这猫过去拦住身背，不太好找，还在骗。他就是想把幽闭给拖够。哎，等等，这个位置能发现吗？哦，还是找到了，但是手里还有一个护腕，这个护腕你弹了，没弹出去，还是没咬中，弹出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走啊。是的，咬过来给到一刀，轩辕柱。那这样的话，3个人出门了。也是能完成一波3跑，那我们将迎来加赛。加赛，我们这就来了吗？我们不投，怎么？这个摇头是代表？摇头可能代表就是不好打。我觉得你不行。好，我还以为负责2层意思。比较狂妄啊！哎，没有。但实际上的话，就是感觉神情还是比较严肃的，对，比较严肃。而且跟北离来讲的话，也是交流的过。是选择小好消息啊，选在了心理学家旁边。心理这边有没有去带一个化血酶仪啊？因为刚刚我们也去猜的，他是带了一个化血酶仪。我觉得他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找空调。红教堂的歌剧演员啊，眼罩隐约断了，这上来直接隐约断了，可就刚才小窗我都没看清，结果断了。想去大房找骑士吗？再回头，没事，我们再看看啊。哦，他想要调小门的这边先知。对，他假装冲那边，然后让先知放松警惕，但是先知是陶晚安。陶晚安这边带的是个双弹，你过来一找这个一鸟，其实差不多 CD 也好了。先查会者，先留这个影，你敢翻的话，我直接回速。被骗到了，这有点太急了吧？有个窥视者的呀。是。再交一鸟。打眼。下掉，然后再叫一个窗弹射走。是，由于你没有回速了嘛，所以这些板区可以大胆进。再补。哦，这边还好，影月是没断啊，反应也很快。再叫一个板弹射冲，第一刀要有了。来得及吗？打到了。进板了，没进板。
回溯过来，陶完是回头走了，再在前面短板博弈，这个地方要博一个砸头，只能砸头才能转得出去。是的。哦，第2下依然选择抽刀，那这样的话，其实击倒速度还可以接受。对，不快，但是也不是很慢。是。骑士这边在大房可以过来先补了一个依旧。但是得提早过来啊！哎，古董商现在应该是去往墓地去进行破译，要不然的话直接去小门。这张地图可以压观众效应了。是的，也有断了一个影月，不过好在这些影月断的都不是很关键的那种。等等，这个位置怎么感觉好像是古董商过来卡着救的？嘿，不让回溯了，平 A， 一直在猜平 A， 那赶紧交技能回去。那古董商过来进行依旧了，到时候陶完是直接带到一个小木屋推墙。是的。或者说直接倒到大房，直接云门过来给到一棍，无伤救，再给，再补2棍，前这边直接被对手无伤救了。是想让陶完这边的话多吸一点一鸟，60%多，不到70的样子应该是。吸得出来。对，一个化险为夷，直接让他带走，到时候小门地窖这边让古董商进行一个破译。这局的话，启言还是先奔着一个先淘汰一个去打啊。对。这波赶路还是比较丝滑，然后往墓地直接开始挂了。但是挂墓地的话可能会有伏笔啊，墓地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保人了。对，板子还很多。对。看骑士已经被发现了，但是自己有点断影了呀。这个影要没断，其实在这个位置能逼出来他技能的。对，能逼一下骑士的头盔。哇，哎呦，2个全猜错，还平 A， 结果是2个技能。是。来一个荣誉共鸣加化险为夷，这样能让先知把这个鹰鸟给它吸出来，一直在保，帮忙扛。影月又断了，对，插个眼，一直在猜，这个头盔还可以继续用，猜对了。哦，平 A 猜对了，猜个技能。可以，前这边一直在跟对手进行博弈，看到左边密码机都已经是80多了，先击倒骑士，是，然后这边鸟应该是要吸出来了，马上吸出来了。密码机手上那台的话就是81了，现在换古董商过来保。是的，这没什么办法，板子的话不着急下，等，翻过来之后，这个一鸟可以再等一下。没错，古董商再帮忙一下。哦，这边影月还好是没断，能翻过去，隔窗的打不到。哇，这密码机就是那个99%的了。应该是摸到，快摸好了，还卡窗，一刀，帮忙扛了一刀。密码机马上就摸到了空调。古董商现在不能继续帮扛了，因为他没有带回光返照。是的，先知手里有鸟啊，还只能继续交闪，密码机亮了，全毁了，还回复到脸上，这样可就真的是后悔了。哎，这局有鸟要4跑的呀，这局。这个地窖是在哪里啊？地窖就后身后呀，这只能回头找过客。对，这时候赶紧拖时间。严少这边思路还没有乱，虽然操作有点乱了，但是没有关系，思路还可以。给了过客一鸟，现在只能回头找这个回忆，但你找回忆，其他人全冲大门，你怎么办呢？你现在敢离开？那小门现在我可以接着继续点。过来找到了过客。过大方脚没有道具了，有飞轮，直接砸到了。那这个砸的还挺疼，前面的话再往小门方向冲，只能继续抓他了。对，只能继续抓他了。但是确实时间是拖到了这个3号，给到一刀，那出门3跑吗？还是要？我以为他们心理学家还要争4分56秒的一个3跑。对啊，压的上场概率非常高。还有一个反而是戴了一个小蓝帽的，哎，对，小蓝帽也不错，还有那个尖尖的，对，尖尖的主要是好瞄准，真的是瞄准吗？我其实不太。那他们弓箭手帮忙这边补了10字在红毯，没有补了右上，补了10字，还变不变了？应该不变了，好像就是红毯了。红毯的话就是追谁他不确定，导致求生者之间信息如果说沟通的没那么及时的话，他拉点速度会比较慢。拉开的一个速度，先去中场，然后再去找弓箭手。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来，咱们看一看，先往中场溜达。中场站的应该是一个骑士，是的，骑士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往木屋窗那边去翻。骑士是一个纯化险为夷，捏捏好像就逮着骑士要追了，看这意思，反绕一下。是想换吧？难不成想绕？哎，真想绕，绕到了，真绕到了。走到脸上了，看到脚印，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进行追击。那就是确实。哎，这之前还卡了一下模型。哦呦，炸到了一下。这个猜平 A 是什么思路？
他觉得会出现一个平 A， 直接把这一刀打到吗？或者说是能打到个双刀？嗯，不太应该吧？3连雷直接秒了啊！那这样就出事了，甚至还这里挂了这个 DRC。主要他出的问题是有点多，他没有依靠那个窗口的话去看这个监控者有没有去反绕他，还有就是他被反绕了之后，他还卡了一下模型。对。所以当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可能会打了一个隔窗刀，但是因为卡了那条模型，他可能认为这个监控者能打到隔窗刀。那无论如何也得是先技能后平 A 吧？啊，再说的话，我觉得平 A 你让他打了就打了呗，反正他擦刀，你就接着转点呗。你要是说被技能追上了，一通狂轰滥炸，像这样直接给秒了。那这样还是比较伤。是，遥控雷直接封住密码机。你修的话，我就直接一爆，还炸到一下。这个场上唯一，唯二化险为夷，一个在椅子上，一个被炸了一下。这人你不就直接加速淘汰了？那直接淘汰了。其实我觉得红教堂对于斗五来说确实有点不吉利啊。确实不吉利。怎么感觉又要摧枯拉朽啊这一局？因为这第一个人倒的实在太快。移形直接跟上，得又是一个满雷情况。3连飞轮躲掉一下，前面封住路，接翻，隔窗刀是打不到的，手里的 CD 好在是勉勉强强脱够，遥控雷躲开，陈某人这一局要非常 C 才可以，现在2分钟不到人已经飞了，是，人家现在其实都可以直接换抓，但没必要接着抓着这个病患去打了，是，这大胖其实不太好绕的他，还在找，就想找陈某人。因为他陈某人是已经半状态了，我觉得比较好抓一点，而且也浪费了很多道具了。是。妙雷封住路，2秒雷铺满路，连雷，哇，这个雷很极限了啊！带锁，直接交一个钩，不敢翻窗，了。遥控雷封住路了，走不了了。哇，没办法，2边都扑到了。承载稍微 OB 一下，一箭穿心，是的，扛到了这一刀，再补一个臂弩 ，C 仔又要开始 C 了。其实可以换追的，直接找弓箭手也没问题。是，因为现在节奏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3抓以上，甚至有4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除非是有一波天神下凡的表现。遥控雷还没好，但这个板子也博弈不了。这刀能拿到，想回头走一个人皇步啊，走，扔一个雷，哎，躲开。所以说让弓箭手以及病患能挂到捕鼠器，但现在还是握着一个3抓面以上的。对，主要这个时间1分1秒流逝，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4跑了嘛，这个时间只要一到了，那捏捏就已经赢了。其实抓几个其实都无所谓了。现在，哇！如此富裕的邦邦吗？是的，富家子弟，还真是。你看这浑身这金灿灿的时装是吧？遥控雷直接简单，白纸这边没有办法近身。弓箭手得帮一下，他不能走啊，他走了，他已经走了。还有5秒就引爆了，那这个人就要被淘汰了。这个人，邮差手里还没有化险为夷，直接淘汰了。还没有飞轮哦，那这样北京 WPG 已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是的，就看看这一局对于捏捏来说能不能让自己的数据再往上走一个阶梯。哎，这个回身狗咬到了。虽然没能连上，但是这里也不太好往地图。雷没有办法，这边因为是窗弹已经用过了，回头是没有弹射可以用的。再挂到这台遗产机，可以不挂争一个4抓。或者挂上争一个4抓，他手上是移形，你起来我其实就可以移形回来。对，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看看承载能不能走这个地窖。对，地窖的位置是在大推吗？应该是大推，没看错啊，在大推。承载能走地窖吗？来，大家猜一猜吧。承载这手上的弓箭都还没用完，他现在没有办法能走。好，我觉得承载能走。你看这一局他这个移形他没有底牌，知道吧？他没有办法切闪，我觉得承载应该可以走。现在就以藏这个2名，但是他马上要去爆出来这个乌鸦了吧？感觉他甚至要救一下队友。想救吗？应该是去旁边摸一下密码机，然后当着队友的面走开。是的，那应该是别救了，还要救。哇，如此团队，那移形就可以直接跟回来了。哇，太尽力了，承载。人皇不敢破。
人王破译不完，密码机现在是一个9成，91、92，哎呀，还是没有办法。其实还不如救下来2个人一起抢算了。现在也怕捏捏这边的直接移情。哦，看到承载带风也没能炸到。就想来一个极限的2人保平吗？再去找邮差。是的，一直在调，他在调这个弓箭手回来去破译密码机。弓箭手还不如直接修小门呢。对。还在等。现在场上急切的需要一台能够自然生长的密码机。哦啊，又去修这个中场了。是的，这3连密码机离得实在太近了，等一会儿遥控人直接封密码机就行。对，没耳鸣了，甚至。这离耳鸣应该就判断出来了吧？知道大房有人了。对，但他还不能深追，他只能在这扔雷。哦，封门口再补，这炸不到了。其实修中场不如修小门吧，因为小门它视野不这么通透啊。是中场的话，你站到人皇的位置，2台都别修了。然后邮差现在不敢露面，他一旦露面，他就可以直接出去抓。邮差可以绕道去修小门，然后这边让承载去卡，让他双方换个位也可以。哦，去小门了，好，机会来了，承载。你只需要专注修中场密码机，不行了，不能专注了，赶紧回来修吧！啊，不行，还是专注一下吧。专注，专注。好，2个跑鞋，跑得很快。好，硬追了，又回头了，又不追了。哇，远距离2连雷，并没有说是能炸到对面的伤害。捏捏好会钓鱼啊！是的，他很有耐心，你知道吧？只要鱼儿不咬钩，他就我就在这坐1天，对吧？在等。天哪，捏捏现在就是主打一个什么呢？练习远程2连雷的精准度，对吧？这个以赛代练，说的就是捏捏，把这当成了训练场。哦，哇，承载这个走位可以呀。嘿，哎，这里没事，还有秘弩，打是一样，有飞轮。哎呀，飞轮没摁出来，但是密码机已经够了，站起来了，承载。身上还有一个80多的一个撕裂值，这样没手炸到，而且自身产生那个眩晕。弓箭手那边有一个开门信，直接去点门，这边还有一个地窖承载，那边门还有一个失控的能做到吗？飞轮顶掉这一下炸，但是被帮忙家主的身位，同时遥控雷给到了一下，那还是不太好跑。是的，手里还有一个龙骨弓，这个龙骨弓还是炸倒了，留给了自己。对。龙骨弓并没有一个身位能极限的去使用。是的，那这样的话，白纸也是出门，这一局的话也是完成一个3抓。是的，恭喜 WBG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鏖战加赛4局了。GW 来讲，他们的第一手的一个班位也好，地图也好，都算是能够接受，都在意料之中。但是江秋的一个熟练度可能会非常高，对于 GW 的选手来讲，这一手第一手压力看要怎么样扛得住了。毕竟是目前我们排在第2的一个击倒守墓人以及一个木偶师，这样的一个选点可以说是非常针对喧嚣了，而且天赋上面我估计飞轮效应也会带比较多一点点。看一下喧嚣开局怎么追吧。目前脸上2个人都可以考虑直接去追。追木偶师的话，有机会能够顺带干扰到守墓人，毕竟他是一定要。来看一下江秋这边追击目标是放在中场的魔术师上面，主要也是另一边荡神区域的一个木偶师很难去快速拉近身位。是的，直接找到魔术第2波的双重惊喜，没有上到球2次，连1个金价标记都没有上到。虽然说起追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前面第1波双重惊喜没有拿到任何的金下标记，还是比较亏。是，看这波先封住道具，2颗球没问题。等下一个双重惊喜好，应该可以打出一波伤害。这个位置要加点拿到1刀，很快。利用自己的一个移速跟上，看一下下一波能不能再补1颗，可以补到了一个黑色的金价标记。对，但周末这个位置其实拉不开距离，前面这个位置看能不能烫到。这个魔术棒加速进板，那对于江秋来讲，他马上也要解开自己的1阶技能了，所以不着急。对，刚好1阶技能可以搭配自己的下一个双重惊喜。是的，而且这个位置打一波连招，压得很死。哎呦，想上双球，但周末躲了过去，一个回头走位，拉回来球，看一下这波，可惜一个隔双双高。
身位很近，飞轮顶掉，非常漂亮，而且还把自己身上的球全部清空。再把一星逼出来。对于周末来讲，我说实话，他的一个第一波牵制是非常到位的。是的。 这边移形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收益啊，钻了2次以后，周末还是可以在这个1板1窗跟你继续对1板出来这个位置还是要吃一波惊吓标记，然后再补上一个双重惊喜，这一波牵制的时间其实是很不错了。但是关键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开局进入追击的时间太快了，对，起追的节奏太快了。但好消息是，这把周末是没有干扰任何密码机的，而且 GW 这边是没有选择在天赋上面携带一个观众效应啊，求生者直接把2台密码机都给通掉了，点开了。 并没有想利用观众效应的一个增加12%的破译进度，破译速度来完成后面的一些残局。这个位置雷就这样吃一刀，然后2个要打双倒吗？分开走，很难就拿到双倒了。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周末再往之前木偶师的一个密码机的方向走，首先是不干扰任何密码机，其次是下一波幻想又能等。因为他们也是判断求生者第一波的牵制时间是比较久的，那么2个化险为的时间，也许是有机会可以帮助魔术师去把这个密码机给拖够。对的，不过下一波看看能不能让守墓人过来吧，因为守墓人首先是破译的慢，其次是他过来的话有更多的一个扛刀的机会。应该是守墓人过来，因为他目前是跟木偶师一起在进行破译，核修。对，一会儿他放手救下来以后稍微保一会儿。 哎，但是压到了磊磊的第2台遗产，这一波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外围的一个守墓人狮子要赶紧压过来了。对于求生者来讲，这一波的密码机可能就不够了，必须要放弃脸上的这台，重新开台新的。是的，磊磊3个人去打残局。是的，还得在外围兴起。看这波双惊喜要等一等，江秋也知道这波可能要打一个正战，然后无伤掏狮子反向走位，但是被打出了伤害。对。 这样的话，双重惊喜就交到了守墓人身上啊！下一波还有没有机会直接打倒呢？我说这个点位应该是，哎呦，只上到了1颗球，看一下回头还差最后1颗红球，要等下一个双重惊喜了。前面可以进板，但这波放的有点着急，哦呦，再被砸到了，砸头，而且服务也交过了，这个时候可以去玩高低差了。他对于双重惊喜分出来的那个转盘没有使用的特别好，一个飞轮是提前交了一点。 对，比较可惜，有点着急。如果说顶掉的话，再回翻是可以能上去玩一个荡神的。没错，那求生者呢也是利用魔术师的这个3-6啊，成功的把2个半状态的救人位给调整起来，3个人去打最后的1台遗产。对的，而且3名求生者都是有回光返照的，再加上外围还有一个化险为夷，这群求生者还是有机会能争平。是。看一下江秋这个位置拍到了狮子。 狮子是满道具啊，这个点位很好牵制的，直接选择下铲。江秋这个时候要压一下这边狮子的身位，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移形的机会。再看外围密码机，马尾在外面破译。是的，那边是一台60多的大遗产。那看样子这波江秋是要省一省，把移形省到开门战，然后去针对一波守墓人。没错，先打一波手椅吧，打一波手椅。但是密码机的进度已经不足以让他再来打一个。 就是声东击西，对。但好消息是，这波的话会把2个求生者全部架到这个门口，离另一个门就很远了。所以开门战的话是有一个机会能够去把人拉回来的。是的，这波飞行家是帮忙承受了这波伤害。江秋是觉得飞行家有可能没有回光返照，打了2下，还是想针对。对，现在2个人都分开了。但飞行家是只交过化险为夷的，对，他的飞轮没有暴露过，所以江秋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回光返照。 这波磊磊在大房如果牵制的好，是有机会能够走地窖的。对，看一下这把能贴个门，补球粘住。前面道具要反向喷，应该是要直接喷进板了。来得及下板吗？没有下板，那这样的话只能往地下室走。是的，没有机会下板，尽量拖一点时间，让高低差的一个压制力给到喧嚣，不能去很舒服的用移形。看一下江秋的选择，是大门还是篝火门呢？是往篝火门的方向在赶，没有第一时间交移形。马尾机门还没点开，他就算这个会交了，感觉也是有机会能够利用自己的路易去对，但江秋也是伤害走人。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双方互相保平。是。那对于 GW 来讲，其实他们就算是赚到了，而且波奖的一个开局的一个起追时间也会相较于其他监管来讲快很多，能够非常快的贴近身位。不选中场的唯一理由呢，就是封机子。对，因为你没有理由不去用中场来辐射整张地图的。那成都机具这一波也算是破釜沉舟了。我给你有一个更快接近我的机会，但是我的密码机可以更快的启动。
来看一下，小谎言这边肯定是要去找18的幸运儿，这手名牌上的威胁18已经在翻箱子了，来得及翻出来吗？要去处理一下，应该是能翻出来。哇，翻到了一个橄榄球。对，回头第一个笼子起的稍微有点早，有点歪。橄榄球加香水这样的一个搭配，香水直接去顶掉这一刀。中场是一个地下室，看一下小谎言的下一波围容能否围住吧。其实橄榄球对于跛脚羊的一个牵制来说，起不了太大的威胁啊。对，因为你再怎么拉球，其实都拉不出我的一个牢笼范围。哎，但这里没围住，没围住，糟糕！两个人走得非常近，没有围住，那这一波星儿可以拉好远的点啊，因为你目前阅历值是不够的，但18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没有选择往楼上去拉。是，但我说实话，对于跛脚羊来讲，前期2个笼子很关键。对，如果拿不到刀的话，就会陷入很长的一个真空期。过板抽到一刀，换血刀。那对于迅儿也能接受啊，因为他每次这个受伤都可以有机会拉更远。对，庄园老友的存在还是让他有更。预判，还好是有一个飞轮弥补了一下。回去这个位置笼子差不多要消掉了。是的，再射一波笼子消掉，而且利用这个树还能再稍微绕一下。小谎言想了想，没有交这个围容，想先去拿一刀，然后再用围容补距离追上。这个笼子对于小黄来讲不能再失误了，如果再失误的话，可能这局的一个追节奏就会差很多。这里18也是来了一波预判拉球啊，想去找机会拉出笼子外，但是球量实在是太少了。对，而且接下来就看皮皮章的一波牵制了。这里马上够阅历值，交一个围容，先把人封住，然后回头挂上来。是的，有插眼的情况下，这密码器会干扰很多。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没关系嘛，因为如果说他们想去卡一个观众效应的话，你压住就压住了。我反正本来也不打算开。外面气象先开掉一台，枯草过来救援。过来，是的，这台密码机其实也可以留着，一会儿给枯草破译嘛。因为这里把幸运儿给捞走，可以让幸运儿去往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去倒。对的，而且这刀还不是围笼状态下拿到的。是的。第3段表也是成功摇到，小谎言想尝试摊一下，也没有摊到。能让这边18过来直接修。92的密码机有机会开吗？20秒应该是足够的，哪怕你一直打断，对，哪怕你一直打断，感觉也是有机会能开。对，因为18他是幸运儿满速破译。是的。99再卡一波观众效应，不着急。对他们要摊到极致，很细节。哇！我要小谎言，我真忍不了，我这一波点我不插了，我的纯3个直接换角失常算了。但皮皮章这个位置过来了，想来一波 OB 龙骨弓，没有命中要害。那等到身上的一个撕裂值消完再挂人。那这一波的话，可以卡在脸上稍微拖一会儿，但小谎言肯定不会这么想的，他一定是要逼救的。对的，一个单向楼。哇，这刀飞轮一躲，要可以非常漂亮。那这里好像不太好救了，要换人，还得再修。对，是让皮皮虾过来救援。皮皮虾这个时候可以给点压力。一个后撤，看这波打针对怎么说。而且也再补上一个强风。18应该是要靠着化纤维赶紧去把之后那台99机子给它修掉。是的。这样的话，外面的这台密码机其实也被窥视者一直在干扰啊。小黄也还想去找节奏，回头干扰一波气象这刀没拿到，比较可惜。围龙拉了过来，那接下来就得看皮皮章的一个发挥了。但迅儿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倒在一个非常角落的位置，而且他走的一个方向跟跛脚羊是……哎，等一下，小黄有点迷了，没找到。到说。哦，哎，拖了一波时间是能知道，但是回去的话，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这个位置交2个围容，能来得及 OP 吗？感觉能拆啊！对，拆掉之后手里还有壁弩，哪怕没命中核心也没关系。哎呦，没有射啊！对，这一波对于小黄来讲有点亏了。是的，打到的话，这样的话想强摸能摸起来吗？61好像不太够。是的，那这里打倒的话，被迫要通电了。起来得及吗？好像来不及。而且皮皮章可能要被秒流啊！这个位置还把椅子挂外面了，是椅子在里面，那我不拆了，我不拆，我等它自然消失，然后再用龙骨弓瞄准。我说皮皮章得先走，再瞄准的话，这个位置有点来不及。是的，皮皮章也被关在里面，这个点位只能往这个木堆上面去玩一下荡神。手里有一个笼子，这笼子看一下能不能留住吧。后撤壁弩躲掉了这一刀，撕裂值还在往上涨，但是他没有飞轮啊，其实还是比较难出门的。求勇者这里也想过来保一下，交一下强风，想看能不能大副过来扛一扛。回头哎，气象被关回来了吗？没走掉哇！那这样的话有点翻盘了。是的，这一波小谎言
一个维龙很极限的在门口把气象给捞回来了。对，而且他很灵性，是他本体没过去，算了一个很极限的位置，把气象传回来了。关键是还有窥视者啊。对，再加上大副还把他的表交掉了，这局圈者争不了。 甚至大副也有可能被留啊！这里只要再补一下窥视者，感觉小谎言只要能够排到大副，是奔着4去了。对，耳鸣还起来了，能反应过来吗？枯草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皮皮虾起来也没关系，因为小谎言就是要奔着3抓走。是的，这个笼子看一下能命中吗？有点极限，回头再补一回龙，气象只能出门了，气象已经争不了了。那这样的话 ，GW 在第1回合其实算是打到了他们想要的一个比分差。是的，拿到了一个5比3。哇，最后那个门口绕人太极限了。但是对于成都GG来讲，怎么说呢？他们这个安排是可以理解的。这局阿乐天赋应该考虑的就是往张狂底牌上面去偏，舍弃挽留，然后风窗可以稍微点一点。是，如果说不带挽留的话，那么你的每一波手椅一定要做到至少打出双倒，不然的话你节奏会很长。是选常规点的，如果选到双窗，那就进入了成都GG的一个陷阱了。对的，这2个人都不好处理。 可能要绕到桥上去找空军，是的，但是像我们之前说的，空军可以提前拉点，而起点站的古董商也看一下，想要往鬼屋的方向走，那这个方向难道是去找古董吗？张嘛，但是这样的话，皮皮张可以直接在起点站等好啊。哦，他想卡红光绕回桥上，对，想把空军，他想把空军给压回帐篷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不想让空军直接拉到起点去。 然后远程看一下补一5秒雷，先封一下。再压这边空军走位，2颗补上，哎呦，差一点，算是挺。哎，炸到了，炸到了！皮皮虾这一波不太应该啊，5秒雷的一个时间，他可能不想被这个雷给拦住吗？但这个地方可能还要挨炸了，还是躲掉了。幸好这波躲掉了，不然是有机会秒的。对，把枪交出来，那这把枪其实逼得很早，而且还这样吃一炸。 前面再跟上张狂，马上再炸一下的话就要响起来了。而且空军也是没有带牵制天赋。对，这个位置已经要好了，可以直接移下去。不说，直接移，然后用3颗雷去强行轰。哎呦，必须得来保。皮皮张来的是非常的及时啊！不来的话，皮皮虾这个位置可能就要倒地了。对，但是你来了，其实也不太能够改变，因为皮皮虾是一定上不了车的。只要安乐的雷连的够准，连到了。 直接秒，在躲飞轮，但是这把根本没有带飞轮，而且皮皮上还要在脸上把我遥控雷哦。过来了吗？没来。一波，是的，在这边直接挂上。古董商的一个破译也是被干扰到了。这把有点炸了呀。阿乐是挂上以后立刻安雷，现在枯草必须得来救一波。 救完一波之后，可以考虑卖了不救，因为这样的话击倒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是的，他也确定佣兵是在鬼屋过来的嘛，这一波再补1颗，看一下恶名起了。普通雷时间是比较慢的，没错，存量不太够。过来了，这护腕弹的有点远啊，利益者还有4秒钟，越来越难操作了，哇，直接是上手掏。到一炸，阿乐这把手椅打的还是非常稳定的。是，但可惜是没有打出双倒，而且当时他引爆的倒计时是只有4秒钟啊！如果说阿乐能够卡准那个时间，打断佣兵的救援的话，是有可能直接过半的。不过倒是没关系，对于阿乐来讲，一刀一炸也够了。这个击倒节奏太快了，而且还干扰到古董商破译。是的，遥控雷，然后皮皮虾秒雷再次封住，牵制出了一个花钱围的时间。想来一波反走，能补上吗？这个2连雷没有连上，这波皮皮虾的一个藏脚印藏得很精髓啊。是的，而且他也牵制出了化险为夷以外的一个时间啊，而且在这个位置倒地也离椅子很远。 一个2连雷终于收倒，那我们看到外面穷者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挺多的，4台遗产都很大。这波对于穷者来讲是可以考虑卖了保平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下一个化险为夷了，救下来的话意义也不是特别大。阿乐这边传吗？他是觉得人挂飞了吗？是觉得人过半了吗？这一波直接传出来。不太对了呀。如果说好消息的话，就是说如果能够秒掉古董商，是有一个压遗产去管住最后一台大遗产的机会。是的。但是如果说没秒掉，那可能就炸了。对，这波其实对于阿乐来讲是非常风险的。3连雷还是空掉了，有一个遥控雷的机会，怎么说？啊，遥控雷没用。哎呀，一刀直接打倒。那桥上的那台遗产看一下是多少的？好像有队友在补了。其实差的不多，现在的话密码计算下也就差半台。那只能把古董商往起点方向挂，因为起点是佣兵开的遗产，病患可以压一波满救，这个时候密码机一定是够的。是，对阿乐来讲，只要把密码机给压好，就算病患不好救，他也可以起身救啊。对，所以这个时候阿乐还得想出去再抢更多的节奏，继续往外逼。炸到吗？没炸到。
哎呦，那边古董商已经被掏了下坏来。了，现在手里没人，邦邦最忌讳的就是中后期手里没人。是的，那这个点位2连雷，就算把佣兵给打倒，哎呦，炸到了还行，炸倒的话可以压脸上的遗产，但是那边好像也在偷啊，70多的一个遗产。这个位置好像很难干扰到。对，病患不害怕的呀，他满状态，他有什么好怕的？阿乐这把要有点难受了，OA已经兴起。是的，而且佣兵一个新人上挂，还是可以撑比较久的。空军翻了半个球，挂飞的空军以及挂过的古董商。对，这波阿乐得赌这斯克雷必须得引爆，而且爆了之后这个人还救不下来才行。遥控雷。脸上是想把密码机给压好，空军半个球应该要准备发力啦。阿乐，看看你背后呢，坏了！这里其实如果能秒病患也还行，但是你没有秒的病患是始终有求生者可以压击的。4人开门战没有挽留，阿乐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压迫力。这下拔锤事故心茫然啊，古董商道具也很多。往角落一躺，这把就等着队友走，直接选择传送，传送。但是门口病患这里还有车啊，不了啊！病患绕2圈到时候上车，这把地窖还在比较远，还在比较远的地方。对，还行，这还行。但是他还有机会上车啊，他根本都没上车呢。这里吃一个炸墙上车，看一下站台有没有点，站台一定是点过的，站台一定是点过的。怎么说？点过了，可以直接到达3站，终点的门已经点上了。求生者3站也要开，1站到底。求生者准备打出一把撕跑了。这一局对于阿乐来讲前期就太好，但是怎么就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了呢？我觉得他是那波手语完以后，他以为空军是挂飞吧，所以他强行传了出去。或者说他想赌一波能够把这边古董商秒掉。不是，你听我说，他那一波已经没有任何人敢救了。容易被吼到，但是仙阳梦平常这手艾维的操作次数还算不多，没有他的其他角色那么多。对，所以对于他的熟练度来讲，就他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也是有使用过。我感觉都可以直接追枯丑了。对啊，因为枯丑你面对艾维比较怕的点还是在于。被伊斯人的那个隐身吼，看一下伊斯人直接拉出来，直接冲着哭泣小丑的方向去，应该是要前期先干扰一下，不给破译。哭丑是进入了帐篷啊，这里可以先附身一下记者，然后回来再来这边找一下鬼屋的咒术师。是的，但是咒术师没有跳下来啊，而且还是在楼上的门板后面卡着，在躲着。仙阳梦好像是准备把伊斯人拉到入殓那边吗？在楼下先附身咒术吧，然后传下去，吼到了，也吼到了。对的。现在这个节奏来看，闪现还有20多秒，仙阳梦有没有机会下一波吼先用本体吼一下呢？又不着急，本体先往上面去压迫，把这边咒术师的一个吼给他逼掉，把青石子给叠满。对，看一下，哦呦，躲掉了马尾。这一波的预判方向预判的很好。马尾旁边刚好有一个墙壁，可以盯着墙壁，这样的话前后都不会吃。是的，那现在仙阳梦要找机会闪现开第一刀了。马尾也知道对方会这么做，就看这飞轮没有交出来93的一个青石子吗？对，那要进桃片了。这一波进桃片去用飞轮顶掉青石子，顶得非常的成功，手上还展出了一个3层的大猴。那这样看能不能利用这段时间往起点拉，只要你提前交桃片，那么我就可以坐车坐很远。这一局求生好像都没有被干扰过。是的，提前交了桃片，那也是没什么问题啊，直接开车。哎，好像帮忙点了车灯啊，我看是绿色的。那这一波可以到3站，而且你刚附身过咒术师，对仙阳梦来讲，这个追击已经非常难受了。加上又没有控制密码机的一个进度。是的，这局对于仙阳梦来讲，前期青石子要掉了，青石子一直在掉，医生这里也不敢吼，没有办法快速的追上，哪怕你追上以后，你还得考虑什么呢？你还得考虑一个他的3层猴你怎么处理？对，而且你处理掉咒术师之后，外围咒术师跟入殓是看过的，是的，是很有可能给灵柩的。他是有可能直接反身反到起点，或者说反到鬼屋的。哇，马尾这个位置卡的仙阳梦非常的难受啊！再等下一个附身的话，还要好几秒钟。这个位置还要再卡一波激素。好，吼到了，还行。是附身，
但是没有关系啊，马尾这里就算被青石叠满了，其实仙妖梦也拿不到刀。对，因为生距还是离得比较远，因为三层猴大直接交。咒术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身距。是的。然后这个时候仙妖梦也没有去干扰外围密码机，密码机破位的很舒服很快。是。把板子一下，下面第二个闪现都已经快好了，甚至人都还没有上移。一波本体吼。 看一下给上灵柩了，这个时候外围密码机去干扰一下，因为可能入殓师那边是跑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破译了，所以干脆就顺手给化了。现在对于仙妖梦来讲，中期节奏有点断层。是，这里再把咒术师给放出去，再重新去找满状态的人，其实是不太好突破的，因为来讲，其实现在。 着重的要去把自己的一个二阶开出来，而且你唯一能够快速突破的人，我觉得只有入殓啊，因为他是没有牵制道具的，包括灵柩也是给到了咒术身上。去找记者也行，这边放出一个奥飞，卡一下板，闪现过来，啊没喷到，给到一刀，闪现过来拿一刀，但是记者你这边也没法附身他了，对。 所以也不太好续这个节奏。但仙妖梦的想法就是尽量去拖我自己的闪现，并且尽量在开门战之前把二阶开出来。没错，这样的话就有很大的压制力。终点站这个点位全是陶片啊！仙妖梦还是想围绕这边的一个3连尝试下做文章。对，本体再压一下记者，因为记者肯定是带了化险为夷的，看能不能闷一个化险为夷。如果说这把让外围有2到3个化险为夷，可能这局还是有个撕跑面的。是，但如果说我闷掉记者一个，可能后面就没有那么多的化险为夷了。 哎，这里是打到了一个奥飞的震慑，差一点，还是比较惊险，而且还没开出来，那这一波记者落地还不一定能倒。哎，89的金石值，而且手上还有个飞轮，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要怎么样去牵制。这一波完全拉到了起点啊，手上还有一个奥飞，磊磊是可以再牵制一会儿的。你已经没有闪现去过这个板了。 看这波身距很近，放奥飞，哦呦，还是扛到这刀，完全没有看后面的一个躲避侧刀啊，躲得非常好。地窖就在鬼屋板区，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板了，只剩最后一个奥飞，这个地方是可以翻的。看一下，哪怕不看后面，他也是可以再跟监管者进行博弈。一个飞轮列起来，补上了身位翻板，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确定磊磊这边的天赋是飞轮加上化险为夷。是的，这边磊磊主动蹭满。 但还在逃兵的范围里，60，前面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差不多准备倒地了。是的，倒地看一下求生者安排的怎么样吧，因为14人其实跟艾维在一个方向，我觉得强开也没有问题。但是得来救一波，这把毕竟是要奔着4跑去，前期的 GW 这边运的都很好。对，要看一下这个化险为夷能不能起到作用。还是想让苦丑来一波撞救。 14人准备吼他，打断他的一个推进器。或者说这把哭丑可能不只要撞救他，救下来之后再带着这边记者走。不过他这边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所以可能只是拖化险为夷的时间了。毕竟记者是没有回光返照。如果说救下来以后，记者有机会能够到对面。 也很难，我觉得还是得点起点站的门，点起点会好一点，让咒术过来了，咒术过来了，咒术是可以扛刀的，因为咒术是有被灵柩化过的，对，所以咒术可以保磊磊，然后看一下起点站这边的门有谁来点吧。落地以后，记者被打到咒术，这时候我觉得可以直接开，看一下这波，直接通电，算是一个安全身位，直接通电。 然后给上一声吼，还在骚扰。化险为夷的时间已经拖掉了，但是这里苦丑并没有使用推进器来接。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让马尾再过来接着保。闪现已经好了，直接闪倒。马尾去点临边门，那应该还是要再等一波化险为夷。是，想点起点门，但是求生者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呀。对啊，没有化险为夷，这波怎么样带过去呢？没有化险为夷，然后也要靠着马尾过来救，马尾过来救完之后主动去蹭刀。不对，应该是拉扯了。 因为你蹭不了刀呀，你这边来救人的话，我直接把你打倒了，打倒以后让你反身反终点嘛，应该是这么一个打法。但这个时候本体走了，哎，让出身还能传椅子，还能传椅子。看下咒术，咒术得赶紧压过来。是的，手里1层后不够的。这里周末也是赶过来了，想用推进器去打一波撞救，怎么说？这个距离来得及吗？能躲不？ 能躲吗？周末没有做到，是的，那可能的话，这局对于苦丑要被留下了。GW 来讲就走不了了。 一个飞轮补了一对应的距离。那如果说咒术出门的话，周末这里还有机会可以走这个地窖的。
毕竟他手上还有一个推进器，对，看这个推进器怎么说。卡在2个板之间的一个交界处，但没炸晕，想用障碍物来炸晕还是有点难。了，这个障碍物是比较厚的，它不像红教堂的那个薄墙嘛。但是这一把对他们来讲，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没有4跑的话，跑几个都差不多，所以他们也敢于在这个开门战去进行一波尝试。对的，这把也是仙妖梦中后期的思路非常的稳健，他是知道我可阿乐的蜘蛛，看一下前期的一个选点吧。使用者这里是每个角色都有很强的牵制道具啊，所以你必须在他们道具的一个真空期，利用一波架势的爆发去拿到伤害。而且这个阵容的话，换可以封住角落的密码机。如果说角落没刷，然后刚好又只有双11那一台密码机的话，那么火灾是需要跑图的。选这个点，其实对于逃脱大师来讲，其实看一下阿乐是选择往船下去追逃脱大师，想往这个方向走，可以去赶一下求生者的一个走位。好的，库草这里应该是进入一个恐惧范围了，直接进入追击，卡一下狩猎本能。先往海边绕啊，这个地方交了一个迷烟炉，绕得很快，需要去蹭一波加速，不然的话这个位置起司可能就直接拿一刀了。这个地方如果不给自己一个小加速的话，可能都进不了板区。但是阿乐这里架势，哎，前面如果提前架的话是有机会能够让他进不了板。对，他可以架2层去先把被动打出来。这个位通道上面也不架，那这样的话身距还是拉得比较远的。这个地方也不太好架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架势的话会面临一个长窗。对，哎，反复拉扯，把被动打出来，可以再拿一刀，还行。是的，被动拿的还行。大船这种地形就是没法对蜘蛛起到非常大的干扰，闪现还5秒钟，它其实可以再架2层，直接闪现打倒波。现在过来了，主要去防止这一波闪现，直接快速的把逃脱大师击倒。这里应该会来一手隐喻砸头，但这个距离砸得到吗？砸不到了，比较远。那这波隐喻其实没有起到太大效果，反而是帮忙拉近了跟枯草的距离。对，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倒地了。对阿乐来讲，这第一波倒地还算比较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隐喻是不该这么教的，你这个隐喻就当一把枪用。对，你如果不靠近这个板子 ，OK， 那么你必须得拉一个大圈，就离枯草的位置越来越远了。他在板中间交了个隐喻，反而是让逃脱大师跟蜘蛛的身位变近了，也没砸到头。不如就等下一波阿乐可能要架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去断他一波架丝，对，加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那这里进行了一波换位，看一下是杂技已经贴了过来准备救援，火灾也过来了，要保这边逃脱大师26。是的，想吐，但是一个红球直接打断了，看一下要不要给气囊呢？没给，没给。毕竟这一波算是一个无伤救嘛，你没有插刀的话，其实气囊给出来，逃脱大师也不一定能够弹走。对，对于这里来讲，他们可以尝试去保平，那这手逃脱大师可以接下来就不救了。这个点位看一下，张要过来吸一下隐喻，路过，直接减刑。这里减刑还是比较果断的啊。这样的话，雄者下一波来救人就必须贴得很近，对，让小说家直接选择救援了。在上面救下来的话有个伏笔啊，那救下来是可以直接翻下去，直接翻下去。但是这个地方飞轮也没顶成功，是被吐到了。导致对吗？没打到，被小说家扛到了。没错。阿乐技能要交吗？不交，不交，还是先留着。皮章还在旁边。对的，这个闪现要慎重一点。哎呦，闪现过来，枯草其实已经有预料到了，但可惜是个慢翻。慢翻，但凡是快翻，感觉就能翻过去了。没错，那闪现终结掉逃脱大师，后续外面的小游家如果被快速找到的话，他还有机会续节奏。不过对于求生者来讲，现在2台遗产都挺多的。就看下一波牵制人能不能扛住压力了。主要也是这波救人把阿乐的一个技能逼出来了，所以2手节奏衔接不会那么快。这个点可以尝试打一打拉扯，倒是不着急。小说家还算一个比较安全的身距。是的，而且这一波杂技已经交过化险为夷了嘛，那对于阿乐来讲，他是可以确定你要么没回光返照，要么就是没有那个牵制天赋。对，我可以追你一下，探一下你的天赋点。是的。这银手石成功吐到，外围也是重新开了一台新机。下一波如果再吐到的话，就很危险了。这个波吐能吐到吗？吐到了，哎，但出刀不着急，秒也还行，可以挂回大门。对，挂回去的话，这一把其实还有机会，因为大门2个求者都得过去。嗯，
再加上最后一台在船上，这波只要挂回大门，那么他开门战还可以控住这个大门，逼求真的全部往小门去赶。对，这样的话手里有传送，看看下一波节奏能不能衔接的快一点。如果衔接上了，这把阿乐是真有一个多抓面的。是的，强行挂，哎，摇了下来，哇，那就有点难受了。对，前面他是没有用上丝，他为什么不挂在大门那张椅子呢？一定要挂这里手吗？想要不给18一个牵制空间吧？哎，再把气囊给放一波气，骗了你一个蓄力刀。阿乐直接过来管这边的火灾，那我觉得他可以慢慢暂时了。对于他来讲，把杂技放出去也可以接受，因为杂技点门比较慢。然后这时候可以尝试压一下这边火灾的一个身位，是的，压到双11里面去，因为前面的板区是消耗过的。皮皮张也没有选择通电啊，是让皮皮虾跑到一个更安全的位置再通电。气囊能堵住吗？没堵到，要倒了。第3层丝补上，要秒了。那这样的话，穷者各点一个大门，皮皮虾怎么处理？应该会去逼迫小门的一个走位了。这样挂的话，看一下18已经天走掉，然后切一个移形，去管，这样的话还可以防止小游家回来救人。还是天切过牵制传送了。是的，哦，对，前面已经牵制传送。那现在的话，2层丝就可以赶到小门，发现小门没有耳鸣，他还得往木屋的方向去稍微排一下。这个方向一定是有人的。但阿乐排到的是中场的一个位置。传送坏了，那这样的话身后的人可以救了。是的。现在再赶回去，队友直接爆点，18的位置能救吗？18没有选择救援，对，就是再打一波反心理。那阿乐这一波海边看一下，感觉他稳不住啊，他不会去海边排了，他应该估计就只会去椅子旁边了，应该会去守椅了。对，很害怕。先回头看一眼，但还有机会。这个时候是人没走远，如果回头还有驱离，看一下这波。哎，灵性掉头。他看了火灾这么久没被救的话，那他确定这个杂技一定不会去救了。时间很好，看一下这波能不能赶得住。起耳鸣了，18就在脸上。皮皮张手上是有一波隐喻的，可以帮忙辅助一下。手里还有道具，看一下这层能架到吗？没架到，一个砸头。但是小说家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危险了。还有最后30秒。没错，那就算帮忙砸了这个头，其实阿乐有机会能够秒皮皮张啊。从下面来，那你小说家怎么出来呢？你主动跳进了一个绝境之中啊！这个位置你看一下，还有10几秒，飞轮没顶掉。没错，最终阿乐应该是要完成一个3抓了。阿乐这个时候可以不着急挂，等一等丝，因为如果这个时候18过来救得好的话，还是有机会能够去放他们走掉。是的，18那边再往中场拉，不着急，我回去减刑了。你跑这么远，那我回去。把它往海边最里面举，然后放下来减刑，这就是暂时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杂技想救其实也比较难，因为我减刑到海边的最里面，我还有一个传送啊，我说不定甚至能留你2个人。对，18你真要来救的话，可能要出问题的。是，这里我觉得就举到那个跳下来的地方，然后放下来减刑。看一下阿乐这个还在做铺垫，但这个时候铺垫的话，后面小说家可以把你的丝蹭掉啊。是的。这里想先打一刀，但是你打一刀那边交织起了，起来了，怎么会这是怎么想的呀？还是平局了啊！我真没看懂啊，这比赛不是，这你让他躺在地上摸到了99，但这角色手语能力可能会比歌剧要强一点，但是去2手节奏能力其实还是要比歌剧弱。我觉得星游他是可以去选择许愿一个护腕，或者说许愿一个橄榄球来牵制杂货商的。前期拉点对于杂货商来讲挺难受的，把这边古董商放到了大船。是的，那这样的话，杂货商是可以直接上大船。我觉得处理古董商也行，因为我先把你古董商追了，你这个阵容就完全没有 OB 了。对，但是唯一要担心的点是什么？就是不要让他牵制起来。你牵制起来的话，那你就难受了。好了，上大船吗？果然带了兴奋，那反正距离那么近，我直接上大船，哪怕你想去交机关销来止格我也有机会可以直接拿1刀。对的。接下来就看马尾的牵制能力啦，他这一波是很被针对的一个开局啊。是的，看一下这波藤蔓，如果你不翻的话，我这手藤蔓是可以直接强压位置的。但是香梦没有选择交，而是继续跟，可能还是想拉近一点身位吧。对，再等这一波翻船完，考不考虑交呢？交了。交了。藤蔓看一下这波跟上，但是走的哎呦，是的，他没跟上，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交，导致等你上去的时候，人已经绕到后面了。对的。再来一波跳楼，那这个身位要开门了，开门拉近身位，可以利用兴奋先拿1刀了。
这个定位点刺点不到，哎，止割不了。哎呦尾刀，两个人都有高低差呀！我打你的脚脖子，你打我头上的空气，两个人没打到。那现在兴奋还省着，半状态，下一波马尾感觉要招中了。是的，这个位置有可能要倒了。看一下这个碎石，碎石命中，成功炸到手上的飞轮，应该是想省，哎，交了吗？想不着急，提前交了。那这一波还不交吗？交了，兴奋，直接碎石打倒，非常的优雅，甚至还压个起身，防止炸尸。那现在把人给挂上，这个击倒速度我觉得还是挺快的，而且古董商的道具飞轮全部被逼完了。只剩下最后一波机关枪的使用，外面的穷者已经在翻道具了，可能是想给到古董商有一个拿道具牵制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那样也挺难的，毕竟密码机的话要会掉很多。是，看下大副的这波救援，可以用一个自然交易，自然交易，然后碎石买卖命中。哎呦，打到大副，是的，是他直接打红圈了。中，但是这个时候技能给起来了，拦截了一下，又打到大副，又扛了一刀，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现在香梦要被迫换挂，还是可以接受的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你把大副给挂上椅，下一波下来，大副就算有一个表，其实对于香梦来讲，开门战之前还是有机会能够处理掉的，甚至他底牌还可以继续切了出去，针对古董商。主要也是这局穷者手里只有一个化险为夷，所以给到香梦有非常多的一个运营空间。他救下来的话，也有可能会去打一波针对到大副。对。看这一波密码机其实掉很多，修不了特别多的。来看新项目这波，另外那应该是个碎石，但碎石空了。掏出气囊，气囊提前弹过去。蓄力刀打到是气囊，一波无伤救起来，打针对也没炸到。没错，但是穷者的第4台、第5台密码机是一直没动啊。前面大副上椅之前就是3台密码机，现在大副依旧下来还是3台，终于启动了。周末里面摸了把枪，这把枪有可能会成为中后期的关键。是的，这藤丸拿倒。那现在能够保人的只有古董商的道具，还有幸运儿的道具啊。但古董商你应该是不太敢让他来了，应该是会让幸运儿过来救完，再尝试一下能不能断节奏。那你看幸运儿这个时候已经贴到后面。是的，那幸运儿手上这把枪很可能会被心安无梦的这个兴奋再次顶掉一波啊。大船上终于开始破译第5台密码机，但这时候有点太晚了。是，外围拉扯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里看一下，先交一个碎石，给到压迫感，命中了。下一波怎么说？自然交易，再拖一波，碎石又好了。看这波碎石，你自然交易踩上去，我直接碎石，碎石第2下没有震到，那能不能再补一个自然交易？我打针对打到了，那这个身位你开枪也没有用啊。没错，直接果断先交兴奋，把人挂上。然后加上最后半台密码机打拉扯，对于项目来讲，这局平局很稳定。藤丸拉出来，其实当时西洋梦碎石第1波震到以后，我觉得他的第2波是可以用藤丸起手去勾这个幸运儿，控到了以后再接第2个碎石加普攻的。那时候那把枪已经交不出来了，但西洋梦还是有点着急了，他在以前是没有选择用那个藤丸控一下，太想淘汰这手大副了。那看一下最后一台密码机是船下的50%的进度，外面的穷者也是已经破译了一台新机，船上卡着人是古董商，正在往地下室慢慢的走。项目这波一直在找人，在攒自己的一个充能。是的，但是稍稍有点逛街。现在外面的密码机也是已经到达50了，对于穷者来讲，还有一个必须要3人争3跑这样的说法，但是可以看到其实穷者的道具已经是都快要见底了，磊磊甚至一个气囊都没有，古董商只有1消的量，然后幸运儿还有一把枪。但这把好消息是，穷者中场摸了一个娃娃，一直在卡尔明。如果不是这个娃娃，可能第2波的节奏追击起来会很快。是的，自然交易封一下前面的路，然后给一刀，不着急，这个时候新阳梦就可以攒自己的充能了。是的，因为穷者你也不着急开嘛，对，你反正你不着急开，我更不着急，我慢慢的攒自己的技能数。看一下地窖的点位啊，海边没有，地窖在双11那个位置，所以马尾呢也是有意识的在往木屋和双11的方向靠。如果说能够转到小木屋，
更有机会能够走双11的地窖。对，看一下项目这个位置一直在用碎石压迫。是的。 但是你这样压迫的话，也是给到了马尾从大船成功转出来这么个机会啊！不着急，就是在逼道具，看一下这边古董商明确的不交道具呢，我看一下碎石能不能炸倒了。对的，那准备要到双11的方向牵制了。马尾想了想，又回到了小木屋吗？他也是在防，但我觉得你现在还能被炸2下，你就往双11去呗。这把双11是没有使用过的。你在双11可能走地窖会更方便一点。那这边下板要开了吗？直接开，通电。 然后藤蔓，看这波藤蔓怎么说？继续在小木屋牵制，那这里要逼兴奋了。交出来。对你这样的话，只能去保一个平局了。如果说你提前去靠双11，可能操作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对，不能让他这个兴奋开出来才是关键。现在先要我们把人挂到海边，离2个门都非常远啊，求生者感觉是比较难操作的，因为幸而最后翻到的是一个香水。 但是他们可能还是得尝试一下，毕竟如果不3跑的话，这一把就结束输了。对，是的。但这样看的话，求生者好像还是要去准备出门。如果说出门的话，就是保一个小的净胜嘛，不给对手拿净胜了。对他们从最后的考量来说，还是选择保一个净胜。对的。那我们也是恭喜成都 G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整场对局来看。 GW 在第1局先拿到了5比3的合中的方案，可以追击，同时也可以卡密码机，对，还可以手尸啊、控场都可以。对，没错，比较多方面嘛。如果求稳，想保平争胜，那肯定是闪现了。这样子可以赶人嘛？对，魔术飞行，没错。看天赋的选择了，古董商中场也不太敢摸密码机，直接往中场走。脸上是猫猫的古董商。 开局都不敢破译啊，但是东玄好像嗅到这个位置会躲一个飞行家了，偷偷摸摸的，但是被发现了。是的，东玄这边很聪明啊，骗在身位，翻窗很近，有围龙的距离了。先不急，跟着一下，看能不能平地拿一刀，如果能的话最好。因为他现在可以积攒愿力嘛，所以也不是那么急的去交自己的围龙。是的，围龙过来，还在骗，小背包得交了。 科技背包躲掉，哎呦，那第1个围龙被飞行器成功化解了。是第2个围龙应该没办法，飞轮没好，以及背包也没好，成功拿到1刀。是的，那下一波围龙手里面闪现也没好，但飞轮先好，看看能不能先拿一下存在感吧。可能得用飞轮去衔接这边的悬停。对的，刀了，看能怎么搏，先交悬停，然后过去交小背包，还有一个飞轮。 是的，飞轮，哦呦，看到了，这个监管者不着急 A， 等下一波围龙，因为他没有道具了。没错，好，那这样子被击倒的话，牵制时间也是来到了一个70秒钟，可以说是把技能也逼出来了，非常尽力了，很可以了，因为他不单单出闪现了，他还顶掉闪现，多出了一个围龙，等于多消耗了监管者40点愿力，手椅的话，几秒，对，就可以给队友提供更多的手椅机会嘛。是的，队友这边救人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对面没有什么愿力。 看一下大副怎么救了，我觉得这个慢慢来，不着急，时间卡的越多越好。哦，直接抄下来，想保一个无伤。没错，但监管者打得非常准，还是能打到大副。那飞行家看看能不能活出化险为夷的时间。是的，现在愿力有点续不上，并且手上还是有一个飞行器。是的，那尽可能玩板，看看能不能多消耗。也行，先抽1刀，这一刀拿存在感，监管者就是不亏的。亏是不亏的。那看看了。 小背包得交了，因为他已经活出化险为夷了。这一波是多活1秒赚1秒。哎，交出飞行器的话，那这白板那倒了就可以击倒了。是的，围龙里面减交互速度，他只要翻过1次跛脚羊就可以拿他刀了。那现在密码机看了一下，还可以啊。那挂回去，差1台半。对，挂回去到这边一个原样的椅子的话，得赶紧过来去卡一下这边的飞行家。不过。 因为他这把带的是2个化险为夷嘛，没有3个化险为夷，不能保证稳套2个化险为夷，所以下波如果选择救的话呢，古董商尽可能要交道具了，去硬保。但是位置好像是有点被排到了，排到了。哦，直接给了个2连棍，那没办法了，这10秒钟只能立正了。不过这边还有龙的，可以看能不能再次拦截一下。这个围龙不交了吧？交了秒拆的，很亏的。要么就把它套到另外边，然后把围龙拆了。哦，东玄想把它骗到另外边。 哎呀，但是因为你的止戈时间它没有结束啊，所以还是被救下来了。救下来。那看看没棍啊，这古董商是什么？
就狐假虎威，假装有棍。那现在拖出来了，本来是没有的。你要平地吃2刀，好，3棍都拖出来了，我懂了，我看懂了。猫猫原来想这样的手段，但我一个围龙给你，那你这一波不就没办法欧了吗？不过还好，像是也是拖出了佛脚羊，消耗成更多的一个牢笼嘛。这样子的话，你手电击的手段就更少了一点。是的，没错。也拖了一些时间，不过姜文可以回头击倒顾荣商嘛？他不选择击倒顾荣商，想要去守密码机。密码机叫传送这边不会把他打断吗？顾荣商没跟，差一点点。对，距离有点远，没跟。前面是防了监王者，因为技能也没好嘛。没打到。哎，第2道环表摇出来。是的，那这波围龙结束，再看一下密码机情况，外面在起修了。而且是2台非常距离很远的密码机啊，不太好守。我觉得就追大副吧，等到怀表结束就行了。这波3段摇完，对，这样子开门战他也没有道具，是个突破口，而我自己这边是能拖我的传送出来的。对。挂了是不是挂得很早？我感觉可以不挂的。是可以再拖一下，因为你刚招过传送嘛，可以把自己的技能再拖一下。他这个50秒传送有可能拖不出来，因为求者可能秒救。不过他这个选择有可能想去管密码机啊。因为把人强行挂到这个位置，15米的围龙套过去是能量的。我们上帝视角知道，我们知道能量的。哎呦，这波还没有套到，再吸个龙，后撤，关自己。顾永商是提前防了，哎呦，那这下击倒不了了，只能等下一个龙了。是的，点刺没有眩晕到还行，不然的话止嗝时间有点久。这个时候现在想回身再去管那边的门吗？门是开不了的。但是就怕人找不着，能找到吧？应该往外面走，看到了，还行。这边是一个没有道具的大副，应该是走不掉的。是的，那这样打，但是顾永商点门有点慢。这波击倒之后，监王者会直接传吗？传不了。他得先挂，挂了之后等自己的传送好了之后再去看管那边的门。CD 呢？这波挂了再说吧，因为顾永商点门有慢，很慢，有debuff，旧伤的原因嘛。然后得传送落地，正好门口7%的门开不完。顾永商手里面有棍不交，而监王者目的很明确，我知道你这个门能开，所以我要干嘛呢？抓你去救人的人。对，这边得排一下脸上卡人的魔术师。哎，感觉到了，好像是嗅到了，嗅到了，可以这波。哎，但是没有把自己圈进去。没事，他下一波围龙马上就好了。不过这样打有点亏啊。那边的3根魔术棒会救到大副呢？太远了，太远，应该救不了，太远了，距离有点远。顾永商还没去，还在门口刚点门。那看看这波围龙有没有机会了？魔术棒没好。没成功击倒。对，刚刚叫我魔术棒，那这波还是3抓，监王者还是赚的。对的。开门战判断很准确，因为他觉得求生者可能，他让他的，我觉得他是在这张地图利用卡位牵制起来的。是的，没错，没那么好追，所以最后还是求稳，因为队友那边被3抓了，所以他尽可能也想去争。佩佩在应对机械师的时候，他是有可能会携带一手失常的。对。接师的特性求稳，求稳选10字，那这样机械师的位置反而是比较安全。对。但大副开局有可能被逼怀表，得要走，得要拉一下点，稍微的开局都不敢修的，这个地图太近了。是的，佩佩他可以开局先去赶大副，然后逼。开局的话是先往中场赶人嘛，因为你的机械师也是在同一个方向。大副也是找个板子卡着，怕被变怀表。哎，难道这个距离能透视到机械师？能看到吗？看不到，他只是在墙后面，但是他好像能感觉到啊。佩佩这个选手，他有一种比较灵敏的嗅觉，他判断在2局分化。对，在后期的时候可能哎呦，但是白龙没有围住，没围住，不过没关系，有个打折围龙多消耗一点点哦，只要有刀就还行。对，那这样的话，第2个牢笼可能会直接击倒啊。没问题，正常来讲应该是倒了，因为他飞轮也没好。放个黑龙。拿个存在感吧，要不？这边在骗。好，直接过门刀击倒，击倒节奏非常快，只有开局48秒。求生者为什么要这么卡板呢？是因为想骗他围龙。一般监王者是往前推嘛，对。所以这一次佩佩是怎么样？往后推。哎，防到了。对，防他串板。所以这一波佩佩也是一些小细节啊。把机械师先往中场附近的密码机牵，这样子的话，失常就有更多的机会能踹出来。不过脸上这台密码机20多。要踹吗？30，踹吧。不踹白不踹，因为有可能用不出来到最后。因为这一波踹完，下一波也能踹，这台密码机还是能踹的，中场的。那大副得拖时间啊，因为我时常去踹，你不可能秒救的，你秒救了等于玩我也少半台密码机，不现实。能多压一会儿血肯定是赚的。没错。
说到这话来，街师往大房那边去倒地，不影响队友的密码机。就在这倒吧，隔墙骤向可以。哎，想去偷袭一下这边的跛脚羊，应该想隔墙骤向。但是这样玩吗？这样子的话，因为你愿力续不上的缘故，街师他可以转到2楼跟咒术师进行一个陪跑。是的。他想死保啊，这样死保成本是很大的，万一保不住，惩罚很高啊。朱雀今天求生者想争分啊。哎呦，这个围龙很精准啊，把人隔在外面。那这个点位相比于刚才就没有那么好去使用猿猴咒像了。是的，那监管者也没冤力，所以应该也是平地慢慢追的了。这一波就是拖了很多时间啊。对，咒术师还是比较克制。哎呦，盖到了一个盖板。没错，太克制了。这围龙慢慢把它套住才行，套住然后再挂人吧。想击倒他，飞轮喷出来，这一波他本来有3层咒像的，以及有飞轮，跛脚羊是不可能占到他便宜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跛脚羊是想要击倒他。对，正常都是把他围住嘛。哎，是的，飞轮和猿猴咒像都没有交出来，如果说交出来的话，这一波还可以继续拖。是的，有点可惜啊。那挂回这台机械傀儡的密码机还能踹，能，因为这边密码机是一个83左右的。这波不怕他秒救，他可以秒救，允许他秒救，但我踹是一定要踹的。对，他秒救我15米围龙回去就行了，无所谓的。你敢直接救吗？你救的话，外面街师的玩偶也修不了。哎呦，这波想逼，有机会击倒吗？差一些，差一点，反应还是很快的。哦，成功击倒，但是那边界师也被拖下来了。我觉得一花这波有点可惜啊，他不专就行了，因为队友那边救下来，他如果直接击倒大副是在另外一边，距离会更远，这波有点小亏。但是你可以看到界师在原地狗狗碎碎想浑水摸鱼过去啊，而且效果还是很好。你佩佩真的没有看到这个界师，他应该能想到的，佩佩应该能想到了，猜到了，看到了，他应该直接看到那个人影的，刚刚看到了。佩佩这个选手啊，他很有灵性的，无论看前面套咒术也好啊，还是击倒这个街师也好啊，非常有灵性。这个选手，对，直接放个龙也是避免你咒术师继续 OB 嘛。你觉得他能看到，他就看不到；你觉得他不能看到时，他一定能看得到。刚好是相反着来啊，对，就很有灵性这位选手。先处理一下机械傀儡，查查密码机还有2台。那现在这个局拉扯空间是有的，很大，而且因为状态都不好，对佩佩来说很大。再往前走的话是一花的大副最后一个怀表不能被逼。但是你交的话，你又活不了。是的，就很纠结。哎呦，最害怕的就是这样，你又交了怀表，你又被击倒。对，我怕我活不了，所以我交怀表，但是我交了怀表也是活不了，纯亏。那外面得起一台新的密码机了，因为这台56的密码机不可能破1开了。对，会被站住。是的，而且监管者还能踹一脚，这时候踹不踹都无所谓了，这脚只能退个20到30左右，看情况。留着切底牌也可以，而且监管者这边看到了，哇，稍微有点慢，因为魔石正好在边缘钻过来了。这波逼救对于佩佩来说是绝对不亏的，因为大副是很耐做的。对，没错，大副这边不钻回来了，怕卡密码机，接受命运呢。这一波是，还是挂到这台密码机附近。是的，但问题来了，魔术师这波会被逼救啊，密码机外面差70不够，远远不够。不仅得压血救，大龙得要扛压了，大龙得要扛压，得要扛爆压，压力爆了。我觉得这时候对于他来说，是的，先打一刀，救下来陪跑，死扛陪跑。但是佩佩这边是可以通过切闪现，哎，想偷咒术师4层咒像啊！你认真的吗？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他不可能找咒术的。我感觉还不如闪现切个闪现击倒这边的大副。他这波应该什么？假装管咒术回来，抓这2个人互补状态，然后再去声东击西，假装追他再回来都可以。反正密码机差的还很多嘛，有更多的容错率。时常踹，然后咒像打断一下再踹，没关系，那边想摸再摸。居然在摸吗？上挂飞的大副去摸一个没有挂过的魔术师。不过魔术马上起来了，起来还能扛起也对。后撤能起来吗？哎，起来扛刀！天哪！朱雀就配合起来，我觉得这波追咒术吧，把咒像逼了吧。你现在要拖技能，他要拖他的市场出来，就是不是为了再踹，是为了底牌随时切，要拖时间。他在钓鱼，想钓那边的大副出来，还在钓鱼。在双围龙打着围龙过来找咒像，我觉得这个咒像先逼出来再说吧，咒术没关系的。好，逼出来了。那另外一边看看能不能再摸起来，扛一次刀。反正密码机不掉，监管是白纯愿力跟拖时间的，无所谓的。对于佩佩来说，可以消耗咒术这边的道具。没错，小咒像
钻过来有搏板的机会，被这个抽到了。 那远处的话，两个求生者想调整状态，并且调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带愈合的。对，没错，监王者这边只需要挂人就行了，往那边挂，想远离这台密码丢了，那这样打的话得丢，因为他摸的是这个大副，近点后一名买进的是魔术，魔术这边得扛压。再玩，假阳柴文龙钻过去，还有一个魔术棒，但 CD 并没有好。 弹刀了，卡了一下模型没钻过去，有点小失误，但没有关系，这边有机会。再放最后一个魔术棒。那逼完了，我觉得这一波魔术师牵制的还可以。对，成功让大副把那边的咒师状态调起来了。是的，那意味着等一下你追大副，咒术会白多2层咒像。对，而且现在佩佩愿力有点续不上，场当中了。那看看这波怎么拉扯。再踹一脚。踹一脚。 这把抬起手啊，这密码机越是越少的情况，直接先体验后期版本的监管者吧。是的，这把是抬起手，那没关系，他这边是15米围龙全覆盖。那还有一台密码机在哪儿呢？在旁边，它是个3连击。是的，3连击。这15米围龙3台密码机全覆盖过来，咒像有，但是钻过去了，钻过来有一刀的机会盖板。哦呦，这个盖板过去了，要把自己换了个位。小短板博弈。 他咒像现在是越吸越慢了，没办法，这角色是前面的几个咒像比较厉害，后面的话很乏，等于没道具了。现在，不过大龙那边摸人跟镇静剂蛮关键的。好了，这边打一刀大副的话，强修直接追大副了。强修这边要强修，哎，还想再管密码机？我觉得佩佩他担心的是咒术是把这台密码墙点开了，他还秒不掉大副，所以他想击倒咒术，因为咒术击倒之后是可以不挂的，他教过自愈。对，我觉得重点在于自愈的问题。但是这个咒师啊，还是要被击倒。哎，在最后一秒，老龙消失掉了，打到这一刀，然后他还续出一个咒像，这个时候，哎，真的蛮极限的。那看接下来怎么说了，维龙另外一边补满状态了，没有框到，没框到，一个龙。 关键时刻这边失误有点多了，飞轮再加咒像能翻过去吗？被锁住了，可惜他没有注意力多全在博甲阳身上，不知道。那这边他不敢去管密码机了，想要挂过去，但是密码机是可以压的，压是可以运吗？据前，可以运地下室，有机会能摇其实，因为这个距离是有点远的。能挂上，这个能挂上的。哦，还是挂上了。是的，那这波看大副怎么救了。 大副上挂飞，我觉得朱雀的想法就跑一个了，应该没什么好说的了，还在等。给一刀击倒咒师，是的，要上去把大副给没了，把大副给围了，把大副击倒了就3抓了，很快的。这波看一花了，哦呦，可惜啊，没有砸到这波。佩佩这个老龙熟练度还是很高的。是的，那这边把大副挂飞之后，我手里面还有底牌，说不定能4啊。所以我觉得球人现在这么想，一人走一边。 我不管了，一人走一边。这边还有个地窖，想走地窖吗？监王想过去找咒术，咒术没有自愈。如果把咒术秒了，另外一边门口是开不了的。对，但是佩佩好像是想先管点门的魔术师，因为你知道魔术师是没有道具的。对，咒术有咒像，万一门开了，他走地窖了，那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是的，不如先管魔术师。是的，那魔术师蹲着找得到吗？我觉得他找得到吗？找得到吧？哎呦，佩佩这个牌点真是神了。 我想在原地蹲都能找到。是的，是的，他蹲的越好就越好找到。对于佩佩来说，那另外一边点门了，点门够时间吗？不够啊，4抓了，椅子很近，咒像，但是有围龙哎，咒像抢点来得及吗？卡住位置，来不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这一个4抓局了。4抓了，这肯定4抓了。想过去之后，我看看啊，这位置，哎，这不小心走过来了，那还是4抓了。 哇，我的天哪！一个非常拉扯又两边都韧性很足的一局啊。这局他选鹿头的理解是什么样的？没错。鹿头他现在得争分嘛，得选那种上限比较高的角色。是的，是的，是的。那天赋方面，我想一下啊，鹿头应该带闪现吧？带闪现吧。如果带兴奋的话，墓碑是另外一个选择。墓碑的想法就是想逼人，对他可以把所有人都往甲门那个方向去压，而且起追的节奏也会比较快一点。 快一些，一般墓碑选择的都是那些不太能牵制角色嘛，但这个版本这一把对局4个都是能牵制的。熟悉的时装啊，那带移形追冰幻，那冰幻现在墓地窗放个夹子，没错没错，伏笔一下，伏笔一下，说不定后面用哎
想拐，还是想找火灾调查员啊？也行吧，其实他弹那个气囊也是位移嘛。那可能就是一个进入一个常规狙击节奏，等火灾调查员的气囊交完了之后，再用移形进行一个快速击倒。这不布夹子反跑，但气囊火灾调查员这个位置有气囊，不是那么怕。哎，看到脚印了，知道你的火灾调查员在后面。他以为火灾调查员往另外一边走了，但火灾并没有往外面压。哎，气囊骗出来之后一个反倒，这一波身位拉近了呀，有个勾的机会，很快，非常快，这一刀。因为你是刚才交出气囊，并且自出来加速嘛，所以说就没有更好的自保手段了。没错，而监管者的移形好了，他下一个气囊哪怕给出来了，也走不远。哎，他以为在左边，还防了一手，防你压脚印。准备移形，空军这边要开枪了，不然都要倒了。开了。哦呦，想走到一个角落的一个位置躲掉这把枪，但是还是命中了。还是命中，没办法。这个移形吃枪也行吧，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刀太快了。走到前面的话，有一个比较长的板区，但是火灾没有下，没有道具了。而自己的钩子 CD 还有8秒钟，火灾现在是白板啊，监管者一点追他一点压力都没有啊，也不担心空军的枪呢，因为已经交了。先放一个夹子夹住点位，这位就要倒了，看他能拖几秒吧。哎呦，这个钩索躲掉了，完全不一样了，钩爪躲了 ，CD 还是蛮久的。一个14秒的钩索的话，你还得再等下一个钩索。对的，没错。不过空钩索有反 CD 还行。这波还要压身位才能勾，不然再空了就难受了。还有一勾，这个距离仇恨重压的减速只给上一层，不够。哎呦，胆子大，再盖板，躲了再盖，哇，猫这一波博弈算是把对面的心理给摸透了。他先是利用反弹，然后躲掉了一刀，之后又防了。是的，这波是监管的勾墙，很稳，他怕勾空了，所以勾墙。那密码机够2台，够3台了。虽然空军枪交了，但是3台密码机这个只是对穷人来说是有机会能争个3跑的。对，有3人开门战的机会了。挂到这边 S 板想限制一下病患的破译。那依旧应该是病患救了，病患就在旁边，还说让野人先过来救啊，野人起猪了。其实可以2个人一起来，因为救完人之后，不管是野人还是病患，都要破译这台 S 板的密码机的。没错。都来也可以吧，野人这边救了病患去直接摸密码机都行，尽可能破译，因为最差的那个密码机就是这台33的密码机了。双过来怕救不下来，把野人猪勾下来，30秒 CD 往外面倒吧，然后这边2个人先合修一会儿先。这样密码机是如果再能套出一波化险为夷是肯定够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是病患刷出的化险为夷，你要第2波刷化险为夷的话是野人去刷，但是野人掉了1/4的状态，没错，他有可能救不下来。而且倒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没有很大的 S 板，这个位置就近挂吧，抢节奏吧，因为如果你要往 S 板那边是会摇下来，他没有带去前。还是决定让病患这边再救一波，但是被通缉了。怕被打针对，他也只能这样打。如果想3人开门战的话，因为让野人过来风险很大，野人只能过来。现在是因为病患救不了了，被通缉。那病患压过来，野人可以回去了吧？那这样子的话，2个人一起救的话，密码机可能只能等空军破译完之后再去破了。这空军很远啊，空军应该不会，空军应该会过来扛刀。接下来剧情应该就是救一个，然后帮忙 A 一个切闪，很果断东旋这一波。那还有拉扯空间啊，因为密码机那边差30。对，空军这时候干嘛呢？去洗新的密码机了。那这一波对于东选来说是赚到了，赚了。对于城镇来说，一个70%的密码机没有人去补，只能说是尝试一个3人运营。我觉得第一波啊，谁吃钩谁救，差不多。第一波野人吃钩，那野人救。第2波就又有化险为夷了，他们没有分配好，所以给监管者打出了一个保平的办法。对，先用夹子封住这台密码机，再用钩索出去找人。没错。那现在空军在中场，道具是一个镇定剂，作用不大。得等他自己残血了之后才能有。对，没错。不过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位置他是满状态的嘛，他可以给点压力给监管者，外面起新的密码机就行了。而野人不着急，野人慢慢绕过去找队友补个状态也可以。哎，出乌鸦了。这个是那个野人的爆点血液气息。对，鹿头给野人的血液气息爆点了。那空军这个时候可以压 S 板了，因为野人这边有可能被击倒，因为监管者2阶了。这边野人是一勾就可以被击倒的。
是的，没错，先勾墙压进身位，一阶还不好勾野人，但二阶勾野人的难度就大大下降了。是的，那这边勾中之后直接击倒，只能被迫再来救一波。下是在哪边来着？好像在墓地。在墓地。如果在这边，他也不会往这边转。对，所以还行。那另外一边神罪是摸了一个护轴，哎，好用的道具。现在剑王者要做开门战的铺垫了。首先去水小门这边放一个夹子，底牌用了嘛？闪现这边能不能拖点时间？尽可能。甚至是2个夹子。是的。偷墙。哦，他在赌野人没有化险为夷，没有回光返照。而且他这个点位有点像是想把野人卡住啊。这个点位岩从右手边另外一边下来的，这个位置应该卡不住的。哦，卡不住的这个位置。好，有一刀。他是有点想卡，只是是的卡不住。对，他勾过去之后卡的是那个空军，勾过去那个人，可能是没卡住。那直接亮了。现在监管者是闪现，没有一个空间位移的能力。那我觉得这把偏平了，除非能中途拦截到野人，这样子的话，求生者是没有人去贴门的。对，野人这边得要拖点时间才行呢，不然的话门那边还没贴呢。但监管应该会管门吧？不管，选择找野人，但野人的速度非常快，根本追不上。另外一边喜锐气是爆点，想这个时候去管学校门的空军，但是空军这边有飞轮和护腕啊。平局了，平局了。如果我想走地窖，得要空勾一次，然后有利用护腕跟飞轮走地窖。地窖点在哪儿啊？不在这儿。第二点在墓碑吧，走地窖的难度会大一点。是第二点不在这儿，所以这把应该还是一个平局啊。闪现太远了，地窖。对的，如果说是地窖点在甲门或者是中场的话，就还是有机会能走的。是的，没错。那朱雀监管者在我们的第2局的上半场里面是保了个平，追击非常稳定，配合闪现拿刀非常稳定。对，他贴的很快，就击倒排行榜啊。开局击倒排行榜里面10个角色里面8个是割据，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没有什么光。是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位置，他可以去选择抓独栋的木偶师，或者是 S 版的弓箭手都可以。对，就不挑，我可以慢慢选，不像有些选点啊，我选。好，那现在先去中场，然后中场4红8达都可以拐，直接找弓箭手了。这个时候看看君少天要怎么牵制了。先用前面大双11的板，哎，但是第一箭没有瞄准到这边佩佩身上啊。还是那个问题，这个角色他龙骨弓不是百发百中，还是要操作的。对，理论上来说，歌剧演员他确实是被弓箭手克制，但是牵扯到一个精准度问题。没错没错，太快了歌剧。这波直接断隐约，得要打核心了。哎，那得补个 B 罗。哇，这道具交的很快啊，开局30秒交2套道具，这亏很多啊。我隐约好了，直接使用隐喻拉距离拿下这一刀。要上车，上吗？上车那也不划算，不划算。歌剧的隐位移速度太快了，你可能刚下车就已经到脸上了。这个倒地速度，他能吃闪吗？因为下车之后有飞轮，有个龙骨弓，得看这个飞轮和龙骨弓的精准度了。哦，对的，这闪现如果想吃出来，这个龙骨弓不能空啊。监管者绕了一下，先留一个影子，然后反绕。是的，哦，打中核心，下正中靶心。那接下来能进 S 版，这个位置有可能吃闪现，飞轮不能失误。哦，闪现的，哦，还是可以出来闪现。那这样子的话，牵制是有一个平局的。2台不到半，吃闪现中规中矩吧。这种局势，求生者也有机会，监管者也有机会。监管者的赢面稍微大一点点，对，6不4开的感觉。哎，是的，因为你求生者被击倒的是你的 OB 位嘛，导致后期没有更多的保人手段了，没错，就会更被动性一点。是的，那剩下的角色飞行家、木偶师都不太能保人，就一个悬停有一个小僵直而已，其他都没有僵直。这边是依次救援，让飞行家来救援。大龙是交了个喷气背包，把悬停留着。直接打状态，不知道逼道具吗？不逼，还是老老实实打弓箭手的针对，先保证平局再说别的。然后弓箭手赶紧带离这台 S 版，确保说不会影响到飞行家的第2台破译。是的，是的，是的。到角落，这个位置挂人要多花个7、8秒，很烦。节奏还是比较偏常规的，就看第2波救援之后，佣兵救援能不能给弓箭手扛到刀了。没错，要扛刀风险还是有的。可以尝试扛刀，你用化险为夷时间扛个刀，这样子可以拖飞行家的密码机，因为他们现在有争胜，差不多，差的不多。因为前面飞行家这波机会挺好的，血线卡满，这波佣兵卡满血线，哪怕他被震慑了，他也能扛。对，多压一会儿血线，因为佣兵是不害怕被拦截的。没错。
监管应该不会出刀了，应该会打针对。对，这边可以直接刷血。哎呦，直接打佩佩想争，那就看这一招针对刀能不能打到弓箭手身上。侧刀能打到吗？哎呦，不太好了，能进板，隐喻还断了。哦呦，一花细节卡断了佩佩这边的隐喻啊。是的，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75。监管的这时候有一刀，还有一刀的机会，这波就看这波了，直接踢板，觉得密码机还不够，还差，确实还差，时间够了，还是能击倒。对，还是可以挂飞这边的弓箭手的。是的，那现在能牵起来吗？能。而且点上的佣兵在开门战的时候可能还也跑不太开。但佣兵有2护轴还行，而且另外一边贴门的是莫尔什，莫尔什是教路易过去开门的了。那看看监管者能不能把佣兵给处理掉，还是说直接去管门口？先赶一下佣兵，再去管门口吧。传送了，传送落地，莫尔什能摇2次路易，得直接 A 才行，不然拖太久了。而地窖的位置就在这儿。那边的门的话也是马上贴到了。是的，玉灵得 A 弹刀了，失距。打一刀，那还可以再变一次路易，放一次失距。没错，失距能拖时间。隔双刀差一些，有机会吗？有一点机会，但有一点机会不大。只要歌剧演员他不把身位让出去，回速。这波一个失距，就一个失距，失距玉灵。哎呦，弹到了玉灵！哇，我的天哪，唯一的机会啊！对，刚好说是预判到了你歌剧演员出刀的那一刻。不习惯，是的，可能就被牵制起来了啊，可能就被秒了。不过穷人这个阵容，他也是，如果说是桃花大师没有被追击的话，他的救援是非常稳定的。稳定，没错，稳定，而且还能多救啊，因为有心理学家的存在，可以、啊。可以，桃花大师的话，杂货商是有一个追击能力的。就是这边的藤蔓可能说是不太好突破迷烟炉。对，没错。碎石也是。开局先吸个藤蔓，直奔你这边桃花大师而去。没错。那曹老师也没办法了，只能认了。不然的话，在圣心院的其他位置牵制太难牵制了，挡一下藤蔓。哎，这就是克制关系啊！我把迷烟炉交出来，你就没有办法说是捆到我。他这个香炉丢的还蛮友好的，他可以往外面远一点点丢的。对，这还是蛮友好的，距离并没有说少多少。但是有点盖尔破译，这个位置有可能吃刀了，不过有被动还行。哦，但是这样子的话，哎，这刀没有打到啊，高级了。再交出第2个迷烟炉，想绕一下。哦，监管者以为他进板，但是没办法反走，没有察觉到。不过他往外面走太远的话有爆点，所以他应该往回走，想盖板。没盖到。哦呦，这招打到被动还没有进到板子是非常亏的。哎，太亏了，太亏了。道具交了，然后被动也交了，还吃到刀，纯亏啊！那下波一个碎石击倒了，而且击倒之后还可以压到这边心理学家的密码机。没错，队友修的也不舒服，但是心里有化险为夷还好。就当他去救第一波人了。对，碎石直接击倒，然后再挂回心理学家的废墟遗产。是的，是的，是的。好在说是我可以利用一个逃脱术多拖一点时间。没错，把人往别的地方挪嘛。那心理反正正常救人，心理应该也不可能，除非正射了。救人压力的话是有的，但是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大，因为他毕竟还有印记在嘛。好，来了，看这波手椅，先藤蔓 A 一刀，飞轮顶掉缠绕，可以。对，有这样对，既保住了状态，也给桃花大师一个进板的机会。那监管者知道他没有回光返照了呀，所以开门战的时候可以针对一下他。对，在开门战之前可以铺垫。那桃花大师也是牵制不起来，往外面倒了。队友应该没有操作，能操作的只有囚徒，但囚徒没有必要啊，他那个强电流强度不够的。那这样挂回废墟的话，好在是桃花大师他可以再换一次椅子，再换一次，而且心理那台也快开了，也还行吧。他挪一下，如果这管心理的，可能会挪得很远。这就是这个阵容的优势啊！你看他前期追击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密码机甚至有机会能破译完整。因为桃花大师他破译是慢一些，相对的，但是法罗跟囚徒破译的快呀，而且囚徒还可以连一根线。是的，没错。那我可以补掉心理学家密码机，但心理要救2波的话，会不会有点压力很大？是的，需要孤注一掷，要不就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因为他们现在只需要保平嘛。对，没错。那只能这样想了，因为他要抢3密码机还差半台，不太够，所以保平对于他们是最好的了。
但是对于东选来说，你既然心理学家在我当着面教了飞轮以及幻显唯一，对我针对那你就没有回光返照啊。没错。那我开门战留2个的机会还是有的。对，而且木木这边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是好像是有的，所以他往外面走了。碎石没给上，但没有关系，距离很近，先开个门。哎，还往回绕啊！啊，地下室在医院区域，在医院区域没有地下室啊，所以他往回走了。那这样多一波手语的机会喽。对，对于东选来说还确实有机会。心理学家他救下来之后是个白板，只要这套针对刀能打到，没错。那我开门战等于多一个人头，并且他还携带了一手底牌。是的，是有管门的机会的。是的，那这一把就确实有机会哈，就看针对刀能不能打到了。而且囚徒这边还有个强电流，碎石躲开。这波不能救得太早，得需要跟监管者博弈，多消耗一点这边的碎石。我就一直碎石嘛，我 CD 好了我就吸，然后用碎石打你。你扯吧，反正我打针对。是的，然后监管者这边续那个蝇头小利。对，没错。反正有碎石，那我再来碎石再来，无所谓的。哎，救下来了，卡了个很好身位，但这个距离要直接亮吗？得强电流电一下。飞轮骗出来直接击倒。这个强电流不电不交，我觉得可以交的。交了的话，不交可以进板，就有一个板去博弈的机会。是的，没错。有机会能吃出闪现。是的，那现在再把心理学家挂了，手里面还有个传送。囚徒这个位置移形过去找囚徒，但囚徒能看到脚印吗？看到看到了，没有看到，但第2时间可以看到。对，没错，他移形过来的时候应该是看到了。那心理学家大门的人应该是救不了，来不及。所以对于，哎，没找到，就在脸上，虽然说藤蔓没找到，但是可以通过走路推进。是的，强电流，想打电断，但没有电断。那应该还是一个3抓局，那这一把朱雀很有机会啊。对，只需要保平就可以把这个比分翻回来了。是的。那接下来看看双方换边之后，朱雀的人队能不能保平，而 T 这边一定要去争了，一定争上，看看苏打怎么样吧。对，这样回看下来，感觉囚徒破哪台密码机？对，如果说是能路过入殓师的位置的话，最好是看一眼，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规避到这个救人环节。没错，多一个反生，多一个人。反生的选择也是很关键的。哎，这个地图入殓师有很多名场面啊，像什么一口气反生调查员，那解决火灾了，我觉得没有问题了。因为你现在不解决火灾，他等到中后期的时候，一个气囊你是处理不掉，无论点门也好，修密码机也好，它可以躲在气囊里面。对，你要是把火灾调查员进入比赛画面。开局的话是先把14人往守门人的位置招，本体赶这边的火灾调查员。哎，有动杀心的想法哦。不过好在说是你第一波的金翅只上到了一个49啊，这守门这边有铲子。是的，就60以内都是安全的。对，以目前来看。而且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吃一刀去转医院里。觉得他应该想动刀火灾了，要落吗？不落，他想拿存在感，因为他这把没有带张皇，还是想在那个救人卫身上开刀。对，没错，存在感啊。等于他是个张皇宝宝，他这波想等他出产，那有点难呀。守门人可以说是震颤一个2楼板区的位置，保自己进板的。他选择上去吗？哎，提前出产了。本体居然不交一个本相，然后这边提前出产是想着，那波是那这样子的话，下一个那没了，会不会直接击倒？没了呀，就倒了呀。不知道入殓师这边有没有看过守门人？我看好像是没有的。能看，已经看过了。哦，那这波一花的转点就是早有预谋的。他那个铲子是时间到了啊，应该是时间到了。对，他是故意上去看一眼的，而不是去找板去玩。这样子的话有优势，就是避免了手语救人环节，但是有劣势，就是你的起倒的太快了。你这个倒地时间才2台密码机不到呢。逼出来。我把密码机拼一下，才2台，那你这个闪现没逼出来，那下一波你怎么牵制呢？你一个铲子再牛也没有。哎，有个气囊打，哦呦！这下太开心了，还可以赚到一个气囊啊！这气囊纯赚啊！对，这边直接下铲了，那没事，我一生一直尾随你就行了，我本体干扰啊，你铲子终究会出来的呀。对，而且外侧密码机是掉不了多少的。对，反正我人可以卡2台密码机，你这边等于是淘汰状态，我一生跟着你挂机无所谓的。对的，搞不好还能再逼一个气囊呢。本体跟着火灾调查员踩一下摸的板子。是的。
那守门人的话，他得去考虑一下2楼的高地差。是的，高地差卡陶片，不然的话清除的太多了。那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一波我觉得苏打打得很聪明啊。有个板子，哎，可以在后面出铲子。好，这波下去不敢下，监望者本体就在下面等他。但是一花这边也防到了。没错，他监望者闪现，这个牵制有可能出来吗？前面的话还是没有一个闪现身位的。身位，还行，毕竟大房子、啊。在窗口等这边的苏打，哎，气囊小封路没有封住，气囊想堵监望者没堵住，这波堵住了还有说法。那如果要堵的话，得樱花往前面的方向走，不能这个窗区才能堵。没错没错。那现在密码机2挂密码机3台半，正常节奏啊！监望者有一波拉扯的机会，对，还有一波手椅的机会吧。是的，但是这波求生者因为是没有携带化险唯一的，可能会选择卖掉。对，但卖的话剩3人，最后的4台密码机是，还行，挺远的，有2台集中在这个小木屋的方向。哎，因为你苏打这边是没有携带张狂的嘛，你还要2刀才能开出2阶，并且你的闪现交过了，所以卖掉的话肯定是赚的。是的，是的，2台在废墟，然后2台在大门这个位置，还行吧。这个3连没有很近的3连密码机啊。那卖掉之后，监望者去找节奏了。脸上的话是一个火灾调查员，但是火灾调查员这边有气囊，并且你还是现在开不出2阶的，击倒手段不足。对。这气囊巴不得他交啊！现在对于艾维来说，赶紧消耗道具。对你这个气囊交了，对我来说是有收益的，我就可以大胆出去外面找人了。精神寄宿一下，同时本体继续卡火灾调查员。这个时候其实可以3个求生者1人占1台密码机，比如说废墟占这边的入殓师，医院占这边的心理学家，小门地窖占这边的火灾调查员，3人各人手1台。对，这把监望者目前还没有突破的地方，因为都是满状态，心里还有应激。这波是一组本向传。想在路上打到人，但没有打到。就觉得清了个板也行吧，这个板子现在不清，你后面还是得要清的。是的，没错。过来寄宿一下这边的火灾调查员。那心理这边可以修了，心理这边被精神寄宿了就走，有翻窗，你结束了我就翻窗。反复拉扯拖了是自己的一个闪现时间。对，因为你这边求生者是修的3台密码机嘛，你不可能同时管到3台，你4人占1台，本体占1台，你只能管2台。是的，是的，是的。再调4人过来寄宿一下。那闪现还有什么更多的手段？对，主要你也憋不到道具，你闪现没好没有威慑。对，火灾调查员这个气囊他肯定是不会交的，还要留到开门战。没错，那这波监望者伊森跟本体都过来了，动杀心了。哎，这波是动杀心了。这波也是绕到了一点。对，怎么看艾维动杀心呢？就是伊森跟本体在一起。对，那就不打成空了。明确的标志性。是的，这个标记是很标志。平地追一刀，这一刀应该是跑不掉了。好在说是4人的吼没有下到，所以火灾调查员还可以再进行一波拉点。然后监望者过去另外边再用4人去控场，不然密码机丢太多了。把4人放出来之后，本体去另外边。这一次是有侵蚀传送的。哦，心理这边很细啊。哦，没有侵蚀传送，他2阶还没到。哎，因为前面卖了嘛。只是有传送，心理学家拿1刀也不是对于求生者来说也可以接受。是的，不过监望者现在很想出2阶，他没有差1刀2阶。对，他就差1刀。哎，骗红光骗到了。那但是密码机够了，心理学家给了1刀，但是密码机要压好了呀。是的，那主要是有一边要压好了，这边虽然机能打1刀，但另外一边压好了，准备开门战铺垫吧。闪现也在，双方的胜负还不一定啊。现在，而且3个求生者都是携带红光反照，决定直接开。是的，没错。因为你2阶刚交过嘛。对，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求生者要点门得要小心，如果想要争，我觉得求生者这边要考虑脱掉他的挽留。监望要争3嘛，毕竟监望会急的。哎，这边月灵胆子很大，苏打这边可是有闪现的。不过另外一边他不可能说追得很深啊，因为他回去逃避的保护时间是有限的。哎呦，在弹气囊的那一刻被这边苏打闪现击倒。那4人在另外一边啊，4人在另外一边开不了门的。大门这个是70的门，有机会能开掉，但是很极限，差一点点开不掉。对他不敢，怕出事儿。那朱雀现在得要想清楚了，大龙这个时候很重要，因为卡在中场，随时准备救人，而玉宁这边很。我怎么感觉他这波是故意勾引监望者的？监望者不吃勾引，你这边爱去不去。哎，好，落了。2阶轻视骗出来，这波真的骗到了。那另外一边能回去吗？先插个眼先，再回去。人的话应该是距离不够就到的。对，那就看心理学家这波能不能把门偷完之后，然后顺利走门了。是的，这局势应该还能拉。那挽留时间还有50秒时间。
只是火灾他坚持不到挽救结束了，所以大龙这一波监望也是把他把大门点掉，对，然后去拦截一下这边的入殓师。是的，那入殓师有飞轮，这个时候压力很大，入殓师。 地窖的位置在踢墙，而且这边苏打是嗅到了入殓师的踪迹。是的，没错，看到了。精神激素落走直线，挽留时间25秒，可能不一定拖得过。拖不过，他能飞轮进板吗？这波留飞轮省住了，压力很大，还有18秒时间，如果能通车还有机会。哎呦，没了，吼到了，没了。那本体艺术本相不可能。哎呀，那成功击倒，这没办法，本体艺术本相中了，那医生也能碰到。对，那苏打就是扛压拿下了一个3抓。哇，最后还是 T1稳住了。哎，1分的小积分优势啊！鏖战3局啊，苏打还是扛住了这个压力。是的，是的，艾维角色啊，小图还是挺厉害的。哇，苏打还是松了一口气了。这把苏打打的确实好，这个开门战3个人。